禅宗六变零三，一者自性界，二者一切界，三者难界，四者一切门界，五者善人界，六者一切行界，七者除恼界，八者此事他事乐界，九者清净界。菩萨的持经卷4方便四处戒品的10，作为大乘戒条，菩萨9戒明显具有大乘佛学远离邪恶、精进向善、自利利他、成人成己的特点。但无论哪一种戒律，对佛教徒来说都有共同的意义，戒律是外在于佛教徒的，带有无上权威的限制和要求，在戒律面前，佛教徒的自我是渺小的、无自由的，甚至是有罪的。我要成佛，唯一的途律是从遵守戒律开始，依戒而资定，依定而发挥，限制自我，改造自我，消灭自我，是成佛的唯一起点，必然途径，绝对不能超越。在南禅看来，这一切全都错了。当成佛是我的内在开悟时，外在于我的戒律是不存在的，故从持戒开始的成佛途径也是枉然徒劳的。当慧能说但吃肉边菜时，最关键的一点是对我的判断理解全异于前人。我是绝对自由的，是我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肉边菜并没有外在于我的任何权威来强制我吃菜。我是至尊的，无所不包的佛，还需要什么戒律？假如说有什么戒律的话，那么也必是我自身本有的，我的任何言行都是戒律。慧能的三传弟子心善为宽755、817，在回答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17的提问时，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白居易问偈曰：禅师何以说法？为宽回答：无上菩提者，废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者三，其志一也。譬如江湖淮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五灯会元卷3心善为宽禅师，他的讲法与教中诸家完全不同，律、法、禅，应用者三，其志一也，全是同一个的无上菩提的我，故根本不必妄起分别。白居易又问：垢极不可念，净无念可乎？这是东山门下看心观境的菩萨戒。为宽的回答妙极了。如人眼处上，一物不可著，金屑虽珍宝，在眼亦未病。当我成佛时，一切圆满，一切具足，一切光明，任何多余的东西都是不必要的，哪怕是珍宝，硬加上去也是病根。这就是南禅对戒律的态度。但吃肉边菜标志着南禅宗风，不光有着对传统戒律否定的内容，更是一路向上传递出对悟儒的体验。慧能的再传弟子，在禅宗史上赫赫有名的石头西迁，他得到其师清源行思认可的那段话，可以看作对但吃肉边菜故事的极好注解。
一日，元问思曰：有人到岭南消息。师曰：有人不到岭南消息。曰：若平魔，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师曰：竟从这里出去。元然之。五灯会元卷5，石头西迁禅师。石头西迁受慧能一命，投奔清源行思门下。行思试探他，有人到岭南消息。岭南即指慧能弘法的曹溪范围。行思的意思是问我们禅法依据从何而来？是从岭南来的，对不对？石头做了否认的回答，有人不到岭南消息。行思马上追问，若平魔，大藏小藏从何而来？这话的意思是，你说我们的禅法不是从曹溪来的，就像说大藏小藏不是从西天来的一样。我们的禅法从历史上看是曹溪门下，从内容上看是慧能传下，无论从师承思想来说都是到岭南消息的，你怎么能说不是的呢？石头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的悟境，竟从这里出去，所有的经典，所有的理论，竟从这里出去。这儿的这里就是指我，只得到了如来真传的我。石头西迁实际上是表达了与但吃肉边菜一模一样的体验，我是绝对自由的，至尊无上的。我无所不包，我就是佛。到了这个境界，还说什么吃肉吃菜，还谈什么大藏小藏？倘若你到岭南消息，你就失去了自我，就离开成佛境界108000里了。参透了但吃肉边菜故事与成佛体验的内在联系，就能切实理解南禅破戒宗风的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在五灯会元中有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五祖弘忍的在传弟子松月圆规644716，其师松山老安582708，是与慧能极为相得的同门，曾有一段奇遇。一日，有一人讹观依者而至，从者极多。亲不疏徐，称义大师，师睹其形貌，其尾非常，乃谕之曰：善来人者无畏而至。彼曰：师名使我邪？师曰：无观佛与众生等，无一目之，岂别分邪？彼曰：我此月神也。能生死于人，师安得一目我哉？师曰：吾本不生，汝何恨死？吾是生与空等，是无与汝等，汝能坏空与汝乎？苟能坏空即汝，吾则不生不灭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生死无邪？易经交锋，圆规就以我就是佛，故无生死无住灭的无上气势折服了山神。于是山神请圆规为他受戒，以其度世。请注意圆规的回答：汝既起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何戒哉？这就是但吃肉边菜的精神。当你想成佛，在起戒时，你已经持戒了。圆规的戒已经不是传统佛学的外在于我认我为渺小为有罪的戒，而是南禅所谓内在于我以我为至尊为自由的戒了。我
我的一切行为，即即界也，所以是界外无界，存在的只是没有前提的绝对自我。但那山神还是执迷不悟，硬要圆规为他正界，于是最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诗既为张作，秉卢正己曰：妇孺五戒，若能奉持，即应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谨受教。诗曰：汝能不盈乎？曰：我亦取也。诗曰：非为此也，谓无罗玉也。曰：能。诗曰：汝能不道乎？曰：何法我也？焉有道取哉？诗曰：非为此也，谓享而弗盈，不恭而过善也。曰：能。诗曰：汝能不杀？曰：实施其柄，焉有不杀？诗曰：非为此也，谓有滥物一混也。曰：能。诗曰：汝能不忘乎？曰：我正直，焉有忘乎？诗曰：非为此，谓先后不合天心也。曰：能。诗曰：汝不遭九败乎？曰：能。诗曰：如上是谓佛界也。真是有意思极了。传统的戒律被整个颠倒了，被赋予新的含义。圆规按照一个山神的品格职责来规定戒律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要求正确的了解、判断自我，按自己的本来面目生活，就是虽取非妻，虽想非取，虽秉非权，虽作非故，虽醉非狂。这说正确的了解、判断自我，就是指体验到我即是佛的最高境界，那时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生活，无往而不成。但圆规禅师没有到此为止，登陆中的故事虽然或有历史事实，但这出神出鬼，故虽然圆规与慧能同辈，我们还是看作被后世南禅清洗过的圆规，因为当我佛合一时，戒是不存在的，反之不堪破戒这假象，永远体验不了我即佛的境涯。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玉不为盈，浮盈或善不为道，滥物一混不为杀，先后为偏不为妄，淫荒颠倒不为罪，是谓无心也。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无佛无众生，无汝即无我，孰谓戒哉？武登慧园卷2，松月圆规禅师。这千万不能执着字面，说禅宗为一切罪恶与丑行辩护。当我即佛时，一切差异和对立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唯一的绝对的大肯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孰谓戒哉？这就是南禅对传统戒律的重新解释。这就是南禅对根本不存在的戒律的破解。正因南禅在戒律面前再也不是消极持奉的奴隶，而是积极进取的主角，所以破戒能成为南禅宗风而风行一时，戒律问题由此而成为南禅禅师们表达自己禅体验的特殊途径，成为南禅禅师们接引后学的横长突破口。有一天，法眼宗的创始人清凉文义885-958因许多俗家男女入寺院游玩，问他的学生有名道歉。负961。律中道，隔壁文差串生，即名破戒。见赌金银合杂，珠子骈窕，是破戒不是破戒。
武登会元卷10有名道乾禅师。道乾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好各入路，结果文艺非常欣赏道乾的回答，预言他能成为一方领袖，成一番事业。道乾与文艺到底在什么地方心心相印呢？文艺以戒律问题相问，道乾不做正面回答，无论道乾答是或否，恐怕都免不了遭棒喝。现在道乾对文艺的问题本身做出评价，好各入路，你把传统佛学的戒律问题重新提出，从南禅的立场进行考察，方向对由此入手，可以达到佛法的最高境界。短短4个字就沟通了文艺与道乾的内心，再也不必多余的话，文艺就肯定了道乾的悟境。慧能的再传弟子洪州宗的开创者马祖道一，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洪州廉使问曰：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诗曰：若吃是终成禄，不吃是终成福。武登会元卷3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这位官人的问题肯定不是真不充，或是挑衅，或是刁难。道一可不管这一切，他堂堂正正地按南禅的立场回答，吃不吃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你忠诚是自由的，千万不要受吃不吃酒肉问题的束缚，按你忠诚的本来面目生活，你就能达到涅槃境界。虽然那位洪州廉使什么也没有听懂，闹了个自讨没趣，但我们却看到了与但吃肉边菜一样的旨趣，一样的静雅。相比较而言，为养宗的创始人养山会纪807-883要慈悲得多。问：和尚还持戒否？师曰：不持戒。曰：还坐禅否？师曰：不坐禅，供良久。师曰：会摩？曰：不会。师曰：听老僧一诵，滔滔不持戒，悟悟不坐禅，酿茶3两碗，意在决头边。武登会元卷9养山会纪禅师。大概是发问者的诚心感动了养山，所以当2番问答而发问者依然不得要领时，养山赠了他4句颂文。养山告诉他说，不持戒，不坐禅讲的是同一回事，不要去执着外在的东西，一切任其自然，按你的本来面目生活，你就是佛。你原想通过持戒坐禅而得到的佛法究竟，本来就在自身之中，持戒坐禅只能离自我，佛越来越远。当你看破了戒律坐禅，你就回到了自我之中，一切就都圆满具足了。无论是马祖道一，还是养山会纪，还是清凉文艺师徒，他们的风格全与但吃肉边菜所表现的精神一模一样。他们并不是对戒律做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戒律问题直接表达了他们的禅体验，相互接机，接引后学，这就是南禅破戒宗风的实质所在。与戒律问题的逻辑一致，同属于破戒宗风的还有礼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南禅的特质展开得更加充分，以致人们称南禅为超佛越祖禅，
也有在南禅内部再分超佛祖师禅和月祖分灯禅的。佛教本不主张偶像崇拜，故古印度不见佛像。礼佛之风起于中国魏晋时代，其中最著名人物为庐山慧远。关于慧远创供佛像之风有二说，一说慧远寻求佛像，供奉佛影于庐山东林寺。这一说当为史实，广弘明集有慧远所传，佛影明序，足以证明。慧远追随道安，奉般若学本无派，说法身为佛本体，为如来，为万物实相，故佛像还是假象。求知法身，原无二统，形影之分，孰计之哉？广弘明集卷15，佛影明序。他说礼拜佛影就是礼拜法身，二者没有区别。另一说法是慧远69岁时，与弟子刘遗民等123人于东林寺龙泉经舍利无量寿佛像，建斋立誓，其身西方极乐世界。此说有刘遗民所着，发愿文未正。为遂在舍提阁7月戊辰朔28日以为法师是慧远，真感忧傲，双怀特发，乃严令同治习心真信之士百有23人，即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绿以香华镜见而是焉。高僧传卷6慧远传。这一史实后被说成慧远与18高徒立白莲社，慧远成为中国净土宗、白莲宗、莲宗初祖。这似乎缺乏证据，但无论如何，以供奉佛像和念佛往生净土为主要特征的莲宗兴起于魏晋，总是事实。总之，慧远以后，北方造石像，南方铸金像，寺院立西方三圣，乃是一时风尚，泛滥成事。在那高大庄严、具有无上权威的佛像面前，参拜者是何等的渺小和无能。我跪于佛前，恳求佛赐福赐灵，这在哪一派哪一宗都是一样，其实质与戒律问题是殊途而同归。这种把佛与我对立起来，向外在的佛祈求的陋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南禅的否定和唾弃。在契松本坛经中，慧能指名道姓地批判净土思想，一般认为坛经之大梵寺说法部分当能代表慧能思想。本处所引思想，在敦煌本和慧心本中都有，只是契松本讲得更有条理，更清楚些，所以情况与禅宗史是一样的。慧能原有的思想，为后学所发挥、所补充，又回到慧能身上，融合成一体。又问，弟子常见僧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曰：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尽其心。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的达？契松本坛经是功德净土第2。
慧能激烈地反对盲目地离开本性向外求佛的做法，在他看来，在我之外是本来无一物的，所以他向众人许诺，慧能与诸人移西方刹那间，结果他的西天佛国居然就是五门六识的我，就是七情六欲的我。慧能此言何等明了直接，比起但吃肉边菜要容易理解得多，故后世南禅禅师对佛像是不大恭敬。慧能的四代弟子，石头西迁的学生丹霞天然739-824，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果像，愿主喝曰：何的烧我木佛？师以杖拨挥曰：无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五灯会元卷5丹霞天然禅师。故事中天然实际上是在问如何是佛。传说佛是灭时化果三昧须臾灰身的舍利八壶四斗，若是佛，当于火中得舍利，无舍利即不是佛，不是佛不妨烧光。只有烧掉木佛，才能求得真佛，这在教家经中是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唐宋时代的许多民间笑话，只要含有对佛像调侃意味的，全部一本正经地记入登录之中。四周塔头者，即时所门。有人问，既是三界大师，为什么被弟子所视者无对？圣僧被污滴漏。有人问，僧既是圣僧，为什么有漏？按佛语，有漏即有烦恼，无漏才断尽烦恼，证得佛果，僧无对。有做主念阿弥陀名号次，小师唤和尚，即回顾，小师不对。如是数次，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唤，有什么事？小师曰：和尚几年唤他急的，某甲才唤便发业。五灯会元卷6王明古素。因为这些笑话中包含着对佛像、佛号之真实性的怀疑，能引导人们去寻找真正的佛，所以被认为是有禅意的。当然，真正有禅意的，当是那些把握了我即佛之真理的禅师们。他们往往能直接在礼佛问题上表示自己的大彻大悟。丹霞天然的同门师兄，马祖道一的学生百丈怀海更了不起。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勘破了佛像的虚假，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慧根。师儿时随母入寺拜佛，指佛像问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师曰：形容四人无异，我后亦当作焉。五灯会元卷3百丈怀海禅师。小孩儿短短的2句话，破解了世人无数迷妄，佛像是假的，成佛者当是我。怪不得百丈怀海后来立百丈清规，创百丈禅，为南禅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理解了慧能，就能理解天然和怀海，也就能理解法眼宗永明道前的话：佛法显然，因什么却不会？诸上座欲会佛法，但问取章3理4。欲会是法，
则参取古佛丛林。武登会元卷10永明道乾禅师。道乾提出了佛法与世法的对立，但与常识相反，他把参取古佛丛林贬为世法，按南禅的逻辑，他们永远也成不了佛。而真正的佛法要向活生生的人自满自足的我张三李四去问取，抓住了我即是佛的南禅特质，理解了但吃肉边菜的南禅宗风，你就能代替四通禅师回答他人的发问了。四通因礼佛次，有禅者问，做主礼的是什么？师曰：是佛。禅者乃指向曰：这个是何物？师无对。武登会元卷4和安四通禅师。据说四通和尚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至参见了百丈怀海之后，方才顿释疑情的。登录上没有记下百丈怀海是怎样点化开导他的，但若是四通真正误解了的话，他可以把佛像推倒，也可以向发问的禅者礼拜，甚至可以请发问者吃耳光。总之，他一定要显示出他知道佛是什么，佛在何方，知道我是什么，我方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由于亵渎佛像比灭世戒律更富于刺激性，更能清醒迷惘的头脑，所以破相犯戒的南禅宗风又逐步的演化，呵佛骂祖被突出了，也成为一代宗风。既然我获得的是佛本身，是整个世界，那么离开我就不存在什么佛陀，不存在什么祖师，我即是佛陀，即是祖师。假如谁还要再向外去寻找佛和祖的思想和权威，我就毫不犹豫地一律骂道。所以国清院奉禅师回答，如何是佛法大义？实说释迦是牛头玉足，祖师是马面阿旁，要参透这则话头，非得懂得但吃肉边菜的奥妙，否则的话，你将永远也搞不清奉禅师在讲什么。明白了南禅呵佛骂祖的秘密，你就能首肯照周从审778-897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以佛祖自况是有道理的。他是从我即佛的角度切入的，你也会理解云门文眼881966的做法。我当时若见出生的佛祖，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跪图天下太平。文眼并不是想否定前者的悟境，他只是从另一方面切入，一旦佛祖把自己传于迦叶，他自己就不复存在，佛祖在一代一代的禅师身上获得永生，所以再不必提出生的世尊。说我当时若见，实际上是永远也见不到了。既然如此，一棒打杀只是要引起听者的惊觉，叫他们再也不要向无路处去，这实在是一种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善行。翻阅登录，对待佛陀祖师最无礼的是有德山棒之称的德山宣鉴780-865。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祖无佛，
达摩是老骚胡，释迦老子是干始觉，文殊普贤是丹妙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盘是细驴觉，12分教是鬼神部，是窗有指，四果三宝，初心实地是守五种鬼，自救不了。五灯会元卷7，德山宣鉴禅师。一连串如此恶毒的谩骂，居然说是先祖的精神。但当你了解了南禅喝佛骂祖的真正含义，你不得不承认，这种新的禅风，这重在戒律、礼佛问题上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如体验的禅风，确实与慧能与但吃肉边菜有着一脉相承的协同联系。按照禅宗不立文字的精神，拂去那粗粝的表面，内中见到的却是一泓清泉，水波不兴，佛祖传下的慈悲为怀的精神本质。2. 风帆之意，分别与般若。以如何看待人生为核心，扩展到如何看待世界，历来就是佛的主题。佛法义，四谛为教义的根本出发点，其意趣便是如此。谛解为实或真实不虚。四谛即为4种真道。首先是苦谛。所谓苦谛者，生苦、老苦、痛苦、死弱、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阴盛苦，是谓苦谛。中阿含经卷17，四谛品第25。五阴盛苦，是谓苦谛，即是佛教的人生观。佛进一步追寻痛苦烦恼的根源，在于因缘结集，于是就有极谛。所谓受受之分，集之不倦，亦常贪着，是谓苦极谛。增益阿含经。佛教由极谛进入因缘论，诸法因缘成，佛说其因缘。因缘论是佛法的中心问题，也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因极谛而有灭谛、道谛、断惑的正的方法和途径，因不同的因缘论而有不同的道谛主张，于是就有了各家宗派之分。如果说教外别传的南禅在戒律礼佛问题上所唱破向范持禅风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我，其指归是人生论的，那么在如何看待世界的世界观方面，南禅也有其独有的宗风。据慧心本坛经，慧能经过若干年埋名隐姓的流浪生活，于曹溪重开东山法门，弘扬禅宗的伟业是以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至高宗朝，到广州法性寺，直应宗法师讲《涅盘经》。时有风吹翻动，一僧云翻动，一僧云风动，慧能云非翻动，风动，人心自动，应宗闻之悚然。慧心改编《坛经》，在唐末宋初，故事晚出，故敦煌本《坛经》压根儿没有印宗。627713为慧能替发受戒之事的记录，王维六祖能禅师悲鸣，有与印宗论难《涅盘经》，而消发受戒之事，但无风帆之意。但据慧心自述，古本文繁，批览之图，初心后验分为2卷，凡11门。可见慧心所据绝非敦煌本，因为敦煌本比慧心本简
故事出于何家何本，实难考见。撇开坛经系列风帆之意，故事最早见于宝堂宗的《历代法宝记》和无名氏的《曹溪大师别传》两书基本同时，约撰于慧能死后60余年，所记风帆之意的故事细节略有不同，当是两个系统的记载。坛经、慧心、契松、宗宝三本同，和后来南禅系统的祖堂集所记基本与曹溪大师别传一样，但别传一般认为是菏泽门下所传。这样风帆之意故事属哪家见解，考诸文献是难有结果的了。但是无论故事的发明权属谁家，当南禅壮大风行全国之后，却是假风帆之意故事广为传播自宗禅风。或许正因如此，故事才如此有名，以致采入坛经。此论的证明是，南禅在风帆之意的两个系统的记录中做了抉择，挑选了突出强调般若直观的说法。看慧心本坛经所记录的风帆之意故事，契松本、宗宝本坛经，应知他们与祖堂集都出于别传所记慧能的唯心主义形象跃然纸上，与贝克莱 J. Berkeley 1685-1753、王阳明1472-1528一样，皆属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但《历代法宝记》所录的却不是这么回事，他所描述的是一个拥有般若之智的慧能。时应宗问众人：汝总见风吹帆于上头，帆动否？众言见动，或言见风动，或言见帆动，不是帆动，是见动。如是问难不定，慧能于座下力答：法师，自是众人妄想动与不动，非见帆动，法本无有动与不动。法师闻说，惊愕茫然。同一故事显示了完全不同的境界。无论是风动、帆动、见动，相当于别传系所录的心动，都是分别时妄想动与不动。就般若直观言之，一切对立都不应存在，法本无有动与不动。犹如在戒律问题上的态度一样，南禅与宝堂是同源别流，殊途同归。法眼宗创始人清凉文艺的首徒天台德韶907971的话，表现出与宝堂宗的相同意趣，体现了南禅的选择。古圣方便犹如河沙，祖师道非风帆动，仁者心动，斯乃无上心应法门。我辈是祖师门下客，何作魔生会祖师意？莫道风帆不动，汝心妄动；莫道不拨风帆，就讽帆通其曲；莫道风帆动处是什么？有云复悟明心，不须任务；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风帆动，应须妙会。如是解会，与祖师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许如是会，诸上座便何知悉？若于这里彻底悟去，何法门而不明？五灯会元卷10，天台德韶禅师。不立文字的禅师是不讲考据辩伪的，德韶绝对相信风帆之意是慧能的故事，
但凭他对禅的理解，我想他一定读过《历代法宝记》，他体验到其中所指出的无上心印法门，般若之智，绝不是按通常的智性分别时所能理解的。他提出了3种与祖师意志有何交涉的思维方式及3个相应的结论。第一种方式是否认风帆在动，结果只剩下汝心妄动。第二种方式是脱离了风帆的动相去会通，吸取风帆的抽象本质。第三种方式则是执着风帆之动，苦苦寻思到底是什么在动。相应的3个结论，第一种认为风帆是空的、假的，只不过是一些符号，是被借用来表明星体的，所以不必承认风帆的存在，只有一颗星在那儿，妄动。第二种是传统佛学的定论，会通、吸取的结果是因缘和合，色即是空。第三种是对法性实相的妙会，去泯灭风帆的动相。其实上述观点都能符合仁者心动的结论，但德韶禅师却要求学人不许如是会，要求他们彻底悟去合法门而不明。德韶不敢非难慧能的仁者心动，但他的思路却是历代法宝记所传的法本无有动与不动。他所追求的是从真如本身出发的禅体验，因此种种承认风动、幡动、心动的分别原理都将造成干扰。不要去讨论、证明和解释风帆之动，对于真正的禅者来说，显现的只是般若的自身，即佛即我的世界。在这个层面上，只有一元的绝对的般若，根本没有风帆心的区别，没有动与不动的区别。故事所显示的南禅所追求的正是这个般若境涯。把握住风帆之意，如何排除分别的干扰，获得般若之智的主题，就能理解南禅的又一宗风。在登陆中，西天第18祖迦耶舍多得法的故事，几乎是风帆之意的翻版。他时闻风吹电铃声，祖17祖僧迦难提，问曰：风鸣邪？铃鸣邪？舍多曰：非风铃鸣，我心鸣耳。祖曰：心复谁乎？舍多曰：具寂静故。祖曰：善哉，善哉！既无道者，非子而谁？即复法也。五灯会元卷1 17祖僧迦难提尊者。登陆晚出，故风铃之名显然从风帆之意演出。值得注意的是，风铃之名，故事多了疑问，心复谁乎？与德韶一样，故事不敢改动慧能的话，却感到有必要做一些说明，这正体现了南禅的选择和修正。回答：具寂静故。一个具字静传精神，风铃心是一样的，都是静的、绝对的、一元的真如，故是无法分别的。把握了这一点，即是般若之智的获得，故登陆做了最高的肯定。同样的思想在慧能的四传弟子杭州天龙和尚那表达的简单别致。
僧问：如何出得三界去？师曰：汝即今在什么处？五灯会元卷4，杭州天龙和尚。简单的一次问答，要解释清楚到要花些笔墨。先说三界，三界即欲界、淫欲和食欲；色界有形质之物，无色界无形质之物。佛学对三界做了非常细致复杂的分类和规定，实质上还是指生死往来之世界。当僧问如何出得三界去时，无论是他对世界如何规定和分类的，有一点是关键的，他要出三界，他要逃离这世界，出得三界即是成佛。他不问如何成佛，而问如何出的，是因为他把他成佛与三界对立起来，对出得三界即成佛毫不怀疑，并且是成佛的唯一道路。这就是发问者对世界的分别态度。明白了这一点，这则回答就与风帆之意与南禅追寻般若的宗风联系起来了。天龙和尚回答：汝即今在什么处？首先就不同意把三界与成佛对立起来的分别态度。在南禅看来，三界即佛存在的只是同一物如。其次，天龙和尚反对他的出自需要的是进入这即佛的三界之中，去体验这事实本身。最后，天龙和尚提醒他，只要消除了三界与佛的对立，你就几经出得三界，也就无三界可出了。天龙和尚所讲的，与风帆之意、风铃之鸣所表达的，正是对同一绝对肯定的真如之体验。对风帆之意的正解之选择和修正，标志着南禅般若世界观的成熟。寻此宗风，禅师们相互频繁地表述、传递和交流着各自的般若直观。文殊菩萨一日令善财采药，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观大地，无不是药。却来白曰：无有不是药者。书曰：是药采将来，善财遂于地上拈一节草，度与文殊。五灯会元卷2，文殊菩萨。这个故事表达的正是南禅的般若世界观。药者佛也，般若也，遍观大地，无非般若，拈一节草，即有世界，没有尘埃，不虚是福，没有局部，亦即一切，大地即药，世界即佛，所以不必寻找，无需解脱，顺其自然。任何事物的任何状态即是般若，就是自然和人生的真谛。慧能的三传弟子，马祖道一的学生张晋怀辉禅师，更是发扬南禅特色，借用庄子的寓言，把南禅的般若世界观发挥得淋漓尽致。僧问：心法双亡，指归何所？师曰：引人无污，徒劳运经。五灯会元卷3，张晋辉禅师。问者是依据大乘教义，我法二空方的解脱，但是既然心法双亡，那么佛安放在何处呢？佛是否也要空亡呢？他迷失了方向，找不到目标，急切地希望有人指点迷津，超度苦海。
怀辉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病根，和有心法的对立，又何必要去往，更何来虚归之止？世界本来清净混一，何必要强身分别？怀辉借用《庄子》中降时运经的寓言来表述自己的禅体验。寓言说隐人鼻上本有薄如蝉翼的白颚，降时挥斧成风，唰的一下就把白颚砍掉，而隐人的鼻子丝毫没有损伤。庄子原意是说降时的技能固然高明，但更重要的是隐人和降时之间的相互信赖，他们俩心息息相通，方能完成这惊人之举。而怀辉给故事赋予禅意，隐人世界鼻上无白颚，又何必要降时运经修正呢？世界本来清净，根本不存在什么污，那么一切苦修，无论怎样高明的运经去空这世界，结果只能是把本来圆满自足的般若砍得七零八落，本来置身于清净世界之中，却迷失了方向。把握了般若之智，禅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随意发问，种种回答都能一路向上，直指真如，形成南禅所特有的宗风。他们有的机锋锐利，表达直接。有一行者随法师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师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将无佛处来与某假唾，师无对。五灯会元卷4王明行者。世界即佛，无佛处是找不出来的。在般若的层面上，只有整体的统觉原理，没有有佛与无佛的对立，没有唾与被唾的对立。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禅师所说道在砖石瓦砾，佛法在史妙中。与上述回答相比，临济宗创始人黄檗希运776856的回答较为含蓄。问：黄巢君来，和尚向什么处回避？师曰：五蕴山中。五灯会元卷4黄檗希运禅师。黄巢君来是多烦恼，佛法曰断尽烦恼证的佛果。问者是请教禅师，您对烦恼怎样断？黄檗的回答有意思极了。五蕴即人的五官，五蕴山即是人之自我。佛法中五蕴正是烦恼所入处，而黄檗偏能在五蕴山中避烦恼。正因为黄檗领悟了世界即佛，般若直观只能在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中直接体验的道理，所以他就堂堂正正的做人，睁大眼杵，竖起双耳，怕什么烦恼袭人。在所有类似风帆之意，表达南禅般若宗风的回答中，最富于禅味的，当是仰山会记的表述。师为山林右，问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这里。五灯会元卷9为山林右禅师。真不愧为祖师禅大德。他终于突破了先辈祖师的陈说，没有说不是天寒，不是人寒，仁者心寒。严格的说，这种回答是分别的，而不是般若。仰山深深懂得般若之智是不能说、不必说的，
他就叫发问者与他一起体验这世界的体验绝对的大肯定。当仰山这样说时，他已经整个地进入了生命与自然的长河之中，他的每一个细胞都沉湎在般若直观的真如境界之中。3. 怀让摩专，重定与轻定。在佛法教理上讲四谛、八正道，讲因缘、实相之后，与最高果位相连的是解脱论、灭谛和道谛，专讲成佛的途径和方法。在实践上，依戒而资定，依定而发慧，求得慧解脱的关键在于坐禅入定，于冥冥之中勘破世界的虚幻，获得慧果。那么，教外别传的主张定慧等的禅宗是否主张坐禅呢？在成佛的途径和方法上，禅宗有无特殊的见解和宗风。纵观禅宗史，仿佛有两种对立的倾向：达摩大乘闭关，功业最高，以致有面壁9年之传说；道信数十年中邪不至习，仍家师资记中还保存有道信的坐禅心得。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7、8番，令心调释然，安心神，则杳杳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神道清丽，心地明净，照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道弘忍以坐禅为务，神秀因此而诚心投奔。但另一方面，慧能见人结家，曾自将杖打起，禅圆珠全集都续卷上之一。神会批评神秀门下，若教人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者，此是障菩提。至于难禅，则不必提了。药山为眼745-828回答著名文人李敖772-841时所说：贫道遮里无此闲家具，可视为洪州和石头门下的共同态度。上述两种倾向，在时间上有着先后相承的关系。可见，禅宗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重定而轻定的风气转变过程。早期的达摩禅被道宣列为习禅2流之一，另一流为佛陀禅师的再传弟子僧稠，道宣称达摩门下为定学。可见当时禅宗却是流行于北中国之禅学的一派。3传4祖道信情况起了变化，道信曾住庐山大林40年，大林寺是天台智以弟子智凯道场，受台家影响，道信禅法中引进了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由此给禅宗风气带来了转机。一方面，文殊说般若经说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而梁僧迦婆罗所译的文殊师利问经则严格得多。于90日修无我相，端坐正念，不杂思维，除时及经行大小便时，悉不得起。天台智已综合了文殊说、文殊问两般若以一行三昧，未常作三昧。受此影响，道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坐3、5年的一口实在机窗，
即闭门坐，莫读经，莫供人语。能儒者，久久堪用，传法宝纪。受此教育，到信门下作风甚盛，如今州玄氏，住其州信禅师所，夫开请道，即发忧为。后返本乡，唯存摄念，常坐不卧，系念在前。续高僧传卷20附编。今五祖弘忍到神秀北宗门下普济等辈，都是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这是东山门下的旧传统。但按经论深义，一行三昧，并非做不可的，就是同一个智义。他在《摩诃止观》中就把三昧分为4种：常坐的、常行的、半行半坐的、非行非坐的，其实是通于行坐及一切事的。文殊师利说《般若经》中说得明白，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意谓宇宙万有法界及一切事物具体皆是真如之相行，一行三昧则是一心系缘于此一相之上。据此思想，大乘起信论说一行三昧是直心正念真如法故，所以坛经说一行三昧。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直心是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绝非慧能胡编自创，然而此说与定慧等思想正好契合，禅宗清定之风由此开出。代表东山旧传统的重定禅风和曹溪所创的清定禅风，在神秀和慧能及其弟子的时代，经历了一段对立争斗的历史。神秀禅法从戒入手，各个胡贵和尚当教令发四弘愿，赐请十方诸佛为和尚等，赐请三世诸佛菩萨等，赐教授三归，赐问五能，赐各称己名，忏悔罪，大乘无生方便门。这是大乘菩萨戒其中所谓四弘愿，又称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其中是解释为自治其心，是指定、观、慧、法门的第一环节。依戒而资定，由此进入神秀禅法的核心。神秀定法的具体内容向2个方面展开，向内住心，向外观境。住心又称心不起，神秀解释道，所言决意者，为心体离念，要求心里什么都不想，进入虚空状态。章说大空禅师悲鸣有很好的说明，其开法大略，则会念以习想，即力以摄心。可见住心要心绝对的平静下来。住心的目的是观境，神秀要求细细看，无边无涯即远看，无障碍看，四维上下一时平等看，不限多少看。北宗禅法的中心点就在看，重定之风由此实现，其特征是界定慧，三学相分，我世界佛三者相分，故有
莫使有尘埃之说。以何处有尘埃为特征的慧能禅法，首倡无相界，把一切销归自性。不但如此，他把戒定慧三学都归于自性。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心定，心地无痴自性慧，并进而提出了新的坐禅、禅定概念。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面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敦煌本坛经。这种全归自性的禅定，正是大乘起信论的直心正念真如法故的一行三昧。会吞没了定，清定之风由此出现。定慧合一，即戒即定即慧，正因此理，慧能说：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物。若解此义，亦名佛身。敦煌本坛经。在慧能的成佛说中，既不需要独立的戒，也不需要独立的定，也就不必独立的慧。继承曹溪事业，南禅不但发挥了清定之风，而且做了深入的挖掘，提出了超佛越祖的最高命题。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在衡岳山长习坐禅。师南岳怀让知是法器，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亦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鞍前石上磨。亦曰：磨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亦曰：磨砖起的沉静邪。师曰：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亦无对。师又曰：汝学坐禅，未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作佛，即是杀佛；若直作相，非达其理。疑问是会，如饮醍醐。武登会元卷3，南岳怀让禅师。这就是有名的怀让磨砖故事，讲的是南岳怀让启发马祖道义开悟的经过。怀让是慧能所传5大宗匠之一，而到一成曹溪事业，开南禅家风，下传百丈怀海、南泉普院、748、834、西唐智藏、735、814等南禅巨匠，他们各为一方领袖，最后流出灵迹，为养2大宗。故怀让为道义说法，怀让磨砖故事的主题是绝不能等闲视之的。故事从反对坐禅开始，但故又于否定坐禅。当怀让磨砖时，因为砖不是镜，砖中也无镜，所以磨砖不能成镜，坐不等于禅，坐禅不能成佛，这仅仅是对坐禅的否定。当怀让继续说牛驾车，车不会动牛会动时，实际上是进一步提出什么是佛，佛在何处的问题。因此，南禅经定宗风的实质乃是成佛。牛是什么？牛在哪里？道义显然已经领会。
百丈海和尚在乐坛山牵车刺师，单元应征，曰：车在这里，牛在什么处？丈着额，师乃是目。武登会元卷2，单元应征禅师。淮海是道一的入室弟子，故他的师叔单元以同一问题问他时，他毫不犹豫地以手着额，佛在这里，我就是佛。单元是目，表示看见、领会了。可见当年怀让所问，已为马祖及其门下广播成风。怀让磨砖，故使要求从反对坐禅的角度进入成佛境界，获得禅体验。经过怀让10年栽培的道一，直承祖风，抓住直心一行三昧的精髓，在任其自然，触类是道而任心上做足文章，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道场的命题，对南禅关于成佛的看法做了高度概括。南禅钦定宗风的神魂就此获得，马祖道义本人也被安上马祖踏杀天下人的谶语而载入禅宗史册。师怀让问众曰：道义为众说法否？众曰：以为众说法。师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众无对。因遣一僧去，主曰：待一上堂时，但问怎么生。一到底言语，即将来。僧去亦如师旨，回谓师曰：马祖师云，自胡乱后30年不曾少言将，师然之。武登会元卷3，南岳怀让禅师。道一的这句话回答着实是一份分量不轻的答卷。在离开了老师之后，第一次通消息，不全面显示自己的机锋是不应该的。然而，道一回答得到了怀让的首肯。从部立文字的角度讲，道一的答语是对怀让说，真如体验不可说，一说就不是真如体验了，故来了个答非所问。从禅体验的角度讲，不少言将暗示着一切圆满。但从怀让磨砖的主题成佛的角度来讲，道一的回答更精彩了。道一所说是最平常、最普通的生活，极为自然，毫无造作。正因如此，这也就是成佛境界。道一的回答说明，反对坐禅，任其自然，成佛，包括了南禅钦定宗风的全部内容，被精要地概括在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道场的命题之中。这个南禅在成佛问题上的最高命题，源自慧能，长自怀让，成于道一。对这个命题，马祖道一做了明确和直接的说明。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谓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何谓平常心？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止于今行住坐卧，应机皆悟，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用，不出法界。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道一的平常心，即是排除了一切分别而无对立的绝对层面上般若直观。
这一般若直观只能是生活的自然流露，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最后道义总结，道即是法界，正是文殊师利说般若经、大乘起信论和坛经中对一行三昧一脉相承的理解，也正是南禅精神的核心所在。平常心是道命题一旦提出，南禅钦定宗风再也不单纯归结为反对坐禅了，而是概括了南禅在成佛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诸如什么是佛、佛在何处、成佛的途径、成佛的方法、成佛的体验都被概括入平常心是道的命题之中，融入绝对的混一的般若直观之中。而后代的禅师们则顺着反对坐禅、任其自然、成佛的思路来理解和实践钦定禅风，由成佛角度切入而体验和传递般若之智，成了钦定禅风的唯一的主体，整个自然和人生都成了禅师们表达获得般若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如何是佛？禅师们再也不会被束缚在照人人应或以某种动作行为来显示自身存在的老框框里了。只要抓住任其自然之本色，任何东西都可以显示般若的存在。洞山和尚807-869著名的回答就是麻三经。世界即佛，只要你不去污染它，不要造作，不要添加，让世界保持其本来面目，钦定的结果是一切皆定，即会即定无往而非佛。麻三经就是佛。与洞山的回答一样，三角总印在回答如何是三宝的问题时说和脉斗。超凡入圣的佛法僧三宝变成了最平常的和脉斗，然而从平常心是道的角度来看，以触类是道而任心的精神来理解，总印的回答不是充满了禅意吗？把握了南禅钦定禅风的本质，一切成就，将死的东西不复存在，都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问：如何是佛？师曰：殿里里。曰：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塑像？师曰：是。问：如何是佛？师曰：殿里里。五灯会元卷4，赵州从审禅师。本来赵州从审讲究金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真佛内里坐。是佛像为泥塑木雕的，但一旦以平常心是道，以任其自然的眼光来看，寺院殿上的佛像，只要保持其泥塑木雕的本来面貌，它也就是真佛了。一切都有生命，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欢唱，树木有道，水鸟说法，唯一的问题是，你不要去污染它。佛在何处？百丈怀海回答单元应征关于牛在什么处问题时的卓额，赵州从审给同样的问题的回答则别有一重天地。师问心道：曾到此间摩？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照院主，主应诺。
师曰：吃茶去。武登会元卷4，赵州从审禅师。这则问答的关键在吃茶，这是个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最自然的行为，但从绝对的、无条件的般若层面上看，吃茶与成佛无异。所以，无论什么人，来过也好，没来过也好，都说去吃茶。恰恰是不同的人都去吃茶，方才真正体现了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道场的精髓。成佛的途径，当然不必如同教中诸家那样费尽心机去灭世界空我法，也不必如北宗神秀那样无中生有的去服侍那不存在的尘埃。当南禅主张平常心是道时，他们的钦定禅风已不是单纯反对坐禅了，而是整个儿的道不用修，马祖道一，无道可修，丹霞天然，丹霞得道一应可，四名天然，其意正是本来如此，任其自然，故丹霞对此颇有心得。吾往日见石头，亦只教切须自保护，此事不是你谈话的。阿底混家，各有一作句的，更疑什么？禅可是你解敌物，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阿底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舍，从部外的不着方寸经识学者纷纷扰扰，皆是参禅问道。吾此间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一饮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虑。武登会元卷5，丹霞天然禅师。大概是纷纷扰扰的学者叫丹霞心焦，他此时老婆心切，讲了这么许多。丹霞尖锐地指出，禅不是对话问答可得到的，更不是对话问答本身，对话问答只是为了显示、传递和交流禅，所以丹霞反复强调，不是你谈话的，可是你解敌物，批评许多学者的参禅问道。他主张自保护、自看，无道可修，请注意他的理由，一饮一啄，各有自分，各有一作句的，每个人都是圆满足的，还疑什么？只要保护好自己，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便是成佛境界，这就是南禅的成佛途径。同一个问题，赵州从审的表述就禅化得多。问学人有疑时如何？师曰：大疑小疑。曰：大疑。师曰：大疑来北角，小疑僧堂后。武登会元卷4，赵州从审禅师。问者的大疑，当然是禅的最高问题。关于般若之智，显然他不知从何入手。从审故意利用谐音，把大疑说成大疑，但他却是回答了问题，不当有疑。平常心是道，不要起疑，一切任其自然，就像人要大小便时，也不妨碍做祖做佛。成佛的方法，当然首先是不坐禅不看经。师灵寂一玄与王常侍到僧堂，王问这一堂僧还看经摩？师曰：不看经。曰：还习禅摩？师曰：不习禅。曰：既不看经，
又不习禅，毕竟做个什么？师曰：总教依成佛做祖去。五灯会元卷11，临济义玄禅师。王常是问的是成佛的方法，义玄787-867否定有方法，只有成佛做祖的事实在。南禅清定，出发点是早已定了，再有造作添加，反而要破坏这般弱境界。故方法与目的、方法与结果只是同一个存在成佛做祖的事实。百丈怀海一个不知名的学生文古吃饭的故事，颇能透露点消息。普请觉的次，忽有一僧闻古名，举起觉头，大笑便归。师曰：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是来见什么道理？便平谟曰：是来渡饥。闻古声，归吃饭。师乃笑。五灯会元卷3，百丈怀海禅师。在佛教中，古声有二义，一曰天古，对五圣之机，说五圣之教，各得正果；一曰独古，灭五逆12，使入于菩提之道。无论那种，其意都在度人成佛。现在那位不知名的僧人闻古吃饭，很清楚，他认为吃饭这一最平常的行为，正是人的自然本色最好的象征，也是成佛的最好象征。当他吃饭时，方法、目的、结果的差异没有了，存在的只是一个事实，不被污染的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佛。对南禅的清定宗风，一定要从平常心是道的高度去理解，否则的话，纵是吃饭睡觉，还是污染造作。袁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大珠慧海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纵虚所，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律师渡口。五灯会元卷3，大珠慧海禅师。慧海正确地点出了任其自然，是清定禅风的实质，误解了行住坐卧、举手投足，皆在道场，不误解终身吃饭睡觉还是各饭袋。成佛的体验。清定禅风的流行，使得禅师们能跃出先代祖师樊篱，以任何一样事物来传递自己的体验，唯有如此方有真正的不立文字。问：如何是平常心？师：常杀紧层。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学人不会，意指如何？师曰：热即取凉，寒即问火。问：一路向上，请师道。师曰：一口针，3尺线。曰：如何领会？师曰：一周步，扬州卷。五灯会元卷4，长沙锦层禅师。锦层把这一系列毫不相干的事物和行为连在一起，全都用来表达自己成佛的体验。这人的自然本能、真祥、不倦到底有何共同之处呢？从平常心是道的高度来看，这共同点便出来了：人、真祥、
部卷都是按其本然而存在，世界按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是佛。所以，任何一样看来与佛毫无关系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南禅禅师表现其般若直观的工具。以平常心释道为指挥的钦定禅风的流行，使南禅对成佛问题的见解的表述，获得了最大的普遍性，从而也获得了最高的概括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创始人杨岐方会的入室弟子白云守端996-1049发现了新的四大弘誓。释迦老子有四弘誓愿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法华亦有四弘誓愿：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困时伸脚睡，热处爱风吹。五灯会元卷19白云守端禅师。白云守端地饥寒眼热，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前辈禅师处乃是熟见之言。但他把饥寒眼热提高到释迦佛四弘誓愿的地位，却是他的见解独到之处。他立下的新四世弘誓愿，把传统佛学的四谛，把传统佛学关于成佛的四个阶段归结为平常心释道一个命题，却是一语道破，占尽风光，更是反映了教外别传的南禅风流全国，压倒佛教其他各宗派的历史事实。4. 黄祸自度，他证与自证。佛道有二力之分，自己所修之善根为自利，佛之本愿力加倍力为他利。大乘佛法中，净土宗为极端他力成佛派，无量寿经说阿弥陀佛48愿中第18愿曰：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10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除忤逆，诽谤正法。故净土宗是舍自利而信弥陀，以往生西方成佛为愿果，相应的方便则是称名念佛，口称佛名100万遍的无上菩提。而自立成佛派则或行观想念佛，静坐中观念佛之相好功德，或行实相念佛，观佛之法身非有非空，中道实相之理，以其最后在自信中发现佛性，达佛我合一之境界。但此二道在教外别传之南禅看来，都属他证，而南禅所持乃彻底的自证，无经无书，无佛无祖，无方便施舍。洪州黄檗希运禅师，闽人也，又于本州黄檗山出家，额间隆起如珠，因此朗润，志意冲淡。后由天台弘一僧与之言笑，如旧相视。熟视之，目光摄人，乃邪行。属见水暴涨，捐力直杖而止。其僧律同度，诗曰：兄要度自度，彼即牵衣蹑钵，若履平地，回顾曰：度来，度来。诗曰：多。这自了汉，吾早知当着汝镜。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弃不见。五灯会元卷4黄檗希运禅师。
西运的法脉上溯为淮海、道一、怀让、慧能，为洪州宗嫡系，下开灵济宗，故加在他头上的这个神话颇具深意。与西同行之僧目光摄人，涅般若履平地，显然不是常人。这个佛菩萨的代表站在彼岸，要黄渤渡来。就象征意义而言，凡人在此岸，以彼岸的佛为目标，渡江过去，属大乘自立成佛之道。但在南禅看来，彼岸的佛是不存在的，故求佛读经，执着方便的度，终是他证。黄渤一再声明，要度自度，对违背此原则的人，哪怕是有着佛的名称和相貌，也要打断他的腿。黄渤所持正是南禅的自证禅风。在禅宗史上，这种有着特殊内容和标准的自证禅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达摩老祖以人家、印心、传二入四行。具体而言，理入是物理，是见道，是成圣，依大乘说法，就是分证成佛；而行入则是修行，悟了还要发行。四行中前三行是对愿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知苦的顺悟行，最后一行称法行，是自觉圣智的理入的方便，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行六度，行菩萨大行而魔所行，摄化众生而不取众生相，从利他中消融自己的妄想习气。这种自利利他的实际修行，都不是从心性上去解说的，如此法门，还是印度大乘佛法定慧双修之原貌。当然，达摩门下按人家、宗通、说通之分，认为宗通是自证的，说通是言说的。虽然早期禅宗所追求的还是宗说俱通，但就倾向上说是重视不立文字的宗通的，如《传法宝记》所说，修多罗所谓宗通者，为源自得圣境，远离言说文字妄想，去无漏界自觉的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相，降服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去光明挥发，是名宗通相。故达摩禅法是理行并重，定慧双修，但达摩门下有重理轻行、重慧轻定、重宗通、轻说通的倾向的萌芽在。故在慧可以后，虽然仍按四行要求行头陀行，但专说玄理，不出文记的宗通派显然压倒造论作书的说通派，开出自由发挥经论大义之滥觞。四祖道信在黄梅开法缘文殊般若之一行三昧，入人家禅制定，入道安心要方便畅，即心即佛，显出了法门的新特色。取念佛甚方便，但他的念佛要念到忽然沉寂，魔所念，连念佛心也落谢不起，那时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达到即心即佛的体悟。以念佛来说，是魔所念者是名念佛，故道信禅法是将般若一系的实相念佛和华严一系的观相念佛，这二系在大乘佛法中属自立成佛道，
融入人家系的如来藏说中，所以会有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的结论。从理论上看，道性禅法念佛与成佛合一，实际上是把上代祖师所传的理入与行入合一，宗通与说通合一，并且就倾向而言，是理入重于行入，宗通重于说通，一切都重心性，可导出慧能，一切依自性说。从实践上看，道性禅法从方便入手，以念为佛，以坐为禅，直接开出执着方便的东山法门，从弘忍到神秀都是如此。继承道性禅法，东山门下北宗、净重宗、宣实宗虽然各自方便善巧不同，但静心念佛的要旨不变，东山法门的念佛方便，不是他立的佛，只是代名词，是学佛目标的代表。念佛是念念在心，求的是佛的实意。但只要保留了佛这个名词，总有外在于我的意味，故东山法门之自立佛道，在慧能看来，还有求加持、求摄受的他力残余。发挥道性禅法的精神，慧能干脆丢掉了佛字提，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善知识虽念不解，慧能语说，个个听。摩诃般若波罗蜜者，唐言大智慧彼岸道，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敦煌本坛经。慧能之语口念相对立的是智者心行，于是引出了一切归于自性的自性佛，自归依，见自性法三身佛比起东山门下其他各派而言，更加直接，更探根本。以念摩诃般若代替念佛的慧能，无相戒，完成了自证禅风的一个关键转变。道性禅法以戒禅合一为特征，虽然以摩所念为念佛，但戒禅的地位是平等的，虽有轻重之分，但行入说通还是存在的。慧能的无相戒，则是一切销归自性，唯有心行，实际是禅吞没了戒，理入吞没了行入，宗通吞没了说通。结果是只有自觉圣智的成佛体验，不需修行的途径和文字手段，只有目的，无需手段，只有目标，无需途径，只有佛，没有其他任何存在、特殊内容和标准的自证禅风，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了。当然，真正完成自证禅风并给予明确的标准和具体的内容的，还是南禅。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历来禅史家言，如来传下衣钵，经西天28代，东土6代，至慧能而不传。为什么慧能后法传衣不传呢？敦煌本坛经作如是说：衣不合传，汝不信，吾诵先代5祖传衣复法诵。若据第1祖达摩诵义，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诵，诵曰：第1祖达摩和尚诵曰：
吾来大唐国，传法救民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接下去还有2到5组的复法颂，还有慧能本人的2颂，但文字重复不顺，考知他本《坛经》为达摩之颂可靠。从达摩颂看，吾来大唐国分明是唐人所作，一花开五叶，五叶即武士。神会在洛阳请太尉房棍作6页图序，李邕、大照禅师碑铭，经7页矣，正好是慧能一代。所以敦煌本《坛经》所说却是慧能之意。弘忍以前禅宗是一代一人，故能容纳衣钵，到东山门下分头并弘，不必衣钵。可见结果自然成，是慧能对法传一不传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同一情况，菏泽门下解释就不同。神会南宗定是非论，因此袈裟南北僧俗极甚纷纭，常有刀棒相向。贾书传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并序，及曹溪江老神会曰：一所以传信也，信苟在，一何有焉？他日请密与师之塔庙，以其心境，传一咒誓遂绝。归封宗密780-841圆觉经大书抄。元达摩玄记6代后命如玄思，遂不将法衣出山。神会在洛阳开法，争夺禅门正统地位，理由之一是慧能有袈裟，但以正统自居的神会却无袈裟，于是以避免争执为传法不传衣的理由，这是一种政治的解释。然而在晚出的《曹溪大师别传》中却有第3种解释。忍大师即将所袈裟复能，大师遂顶戴受之。大师问和尚曰：法无文字，以心传心，以法传法，用此袈裟何谓？一般认为别传为菏泽门下所传，而且别传在慧能临终嘱咐的记录中也确有与菏泽所传一样的内容，即的医者命如悬丝的话，但这段话的意趣与菏泽所传决然不同。这借慧能之口唱出法无文字，以心传心的理由来解释传法不传衣的史说。所谓法无文字，以心传心，是指对于强调内在开悟、强调个体体验的禅宗南禅来说，任何外在的语言文字、表性符号都是第二义的，非事实的，是分别而不是般若。过于执着符号和概念，只能对第一义的般若直观起破坏作用。既然如此，对作为表性的衣钵也万万不可执着。在如来把正法心传给迦叶之后，衣钵不过是外在的第二性的符号。对衣钵的过于执着，同样会破坏对正法般若的体验和获得。这是对传法不传衣的不立文字的解释。以法无文字，以心传心的精神去怀疑、蔑视历来被视为至尊圣物的袈裟，其意趣与黄檗自度故事的主题是息息相通的。法无文字，以心传心，正是南禅自正宗风的特殊标准和内容。
南禅所持的是彻底的自证，在他们看来，大乘佛法之自立成道，既然有一个彼岸的佛外在于我，那么还就是他证的。在南禅看来，不存在彼岸的外在于我的佛，所以当有学生向马祖道一说来求佛法时，道一回答：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做魔。武登会元卷3，大珠慧海禅师。正因为在南禅看来，外面是一物也无，存在的只有自家宝藏，所以他们会说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对照黄檗希运的奇遇，能度的当然不是真佛了。所以后来禅院中不置佛殿，只设禅堂，因为任何外物，哪怕是佛的存在，其结果只能是他证，而他证是永远也不能获得般若之智的。南禅的自证是彻底的，宗通是绝对排斥说通、吞没说通的宗通，所以南禅禅师把前辈祖师自由解经的折中的做法也抛弃了，他们干脆不读经，熟读经典而被人称为周金刚的德山宣鉴，挑着一单青龙书抄出属向不读经的禅师挑战，交锋的结果是宣鉴的彻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烧掉那一单青龙书抄。师将书抄堆法堂前，举火炬曰：穷诸玄变，若一毫至于太虚。结是书机，似一低头于巨鹤，遂焚之。武登会元卷7，德山宣鉴禅师。哪怕保留着一毫玄变一滴书机，就是他证，就无法获得真正的禅体验。不仅是不礼佛、不读经，即使是老师，也只能是他人。若是误解要靠祖师指点，也要堕于他证。香严智贤负898，在维山06、775、853处学习。吕起维山说破，山曰：我若说似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弟，终不干汝事。后来香严开悟，终于懂得了维山的深意。具归沐浴焚香，遥礼维山，赞曰：和尚大慈，恩于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武登会元卷9，香严智贤禅师。这就是有名的不说破原则。说破了要挨骂，不说破恩于父母，因为说破是他证，不说破方自证。不仅是无经无书，无佛无祖，无方便施设，说经书祖佛方便是外在的他人的，还是容易为人理解，即使是自觉圣智的如来藏体验，也是严格个体内向的。我说底是我弟，终不干汝事。般若直观在本质上是个体的，是不能用语言文字交流的，这在慧能思想中尚未见到，但这恰恰是南禅注入于自证禅风的独特内涵。循此思路，一路向上，对参禅问答也不能执着。丹霞天然说得好，禅不是问答。
事实是，先有禅体验，后有问答，问答是禅体验得以传递，严格的说，是唤起他人禅体验的方式。不严格把握此关，堕于问答，照样是他证而不是自证。这个道理云门文偃讲得最彻底。我是不惑己，向你诸人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寻言逐句，求密解会。千差万别，广设问难。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有什么休歇时？此事若在言语上，3圣12分教岂是无言语？因什么更道教外别传？五灯会元卷15，云门文偃禅师。文偃说只说一个无字，已是埋没了真谛，更何况寻言逐句，广设问难。他说这种人，终日说事，未尝挂着唇齿，未尝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尝触着一粒米，挂一缕丝。五灯会元卷15，云门文偃禅师。文偃说得漂亮，禅只能自证，若相互乱说，自以为是作家相见，相互印证，实际上是连边也没沾上。综上所述，不礼佛，不读经，不求祖，不说破，可是做南禅自证宗风的特殊标准，那么其内容则是对般若直观的把握。敦煌本《坛经》记载慧能的弘忍依法后，当天离开黄梅，2月中间至大禹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头像，慧能夺法，来至半路，竟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3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称饭者。慧能即还依法，又不肯取，言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一，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言下心开。别本《坛经》中说是慧明，到底有无此人此事，引起学者不少争论。但从南禅自证宗风来看，故事颇为重要。与曹溪大师别传所说相同，慧明对袈裟也是已经看破，故他能远来求法，不要其一。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南禅禅师兴趣，慧心本《坛经》中多了一个加注。祖谓名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识，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明大悟。这是一个南禅公案中最常见的话头，居然被掺入《坛经》，作为慧能得法后点化第一个弟子的内容。最后在更晚的《坛经》中又有加注辩为正文，可见这个话头的分量。慧能要慧明，不思善，不思恶，唯一的追求，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正体现了南禅自证宗风的内容，参透了我之本来面目，也就把握了整个世界，把握了全部成佛境界。没有善恶，没有时空对立的本来面目，正是般若直观，慧能置一切于不顾，唯一要求的就是要慧明去自证般若。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不是其他话头，而是这本来面目被加于慧能头上，挤入《坛经》之中。
法无文字，以心传心，绝不能理解为般若能交流，能传递。般若是严格的个体体验，所以以心传心，只能理解为唤起他人的般若体验，所以有南禅的自证宗风。对于理解此风的人来说，如鱼入水，左右逢源，般若魔所不在；对于不理解此风的人来说，则处处碰壁，始终与般若隔着一层。就此而言，自证宗风是南禅禅法中最难把握、最富于色彩的层面，怪不得黄檗自度，故史中那位圣僧会对黄檗的悟境大加赞赏，自叹不及。5. 百丈清规，非大非小，不离大小。经过将近4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教外别传的南禅终于一步一步地从大乘佛法中脱胎而出，完成了该宗独特的教理建设，形成了南禅特有的禅风。这400年的历史是印度文化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而南禅则是融合的结果，印度文化中国化的产物。假如把南禅的产生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的话，那么这次革命是相当彻底的，因为南禅不但完成了自宗的教理建设，行就了独特的禅风，而且进一步把它们融入了人际关系之中，造就了既不同于传统佛法的，又不同于中国儒家的人际关系的规范准则，使其物化为特定的社会结构，使得南禅团体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独立样式的社会团体，从而最终确定了南禅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上的独立地位。始于黄梅，盛于曹溪，会门以后，打着曹溪旗号的南禅兴盛起来，席卷全国。一个个属于禅宗的社会团体出现了。虽然他们探究的是绝对属于个体体验的般若之智，但他们却是一个有血有肉、五情六欲需要吃饭睡觉的尘世凡人。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之间必然形成一定的人际关系，遵循一定的规范。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法律的，是规章制度还是契约命令，以限制个人的行为，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规范又必然物化为一定的社会结构，没有一定的规范，没有一定的结构，任何社会团体皆无法存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规范和结构？如果仍是传统佛法或中国儒家的一套，那么南禅教旨将仅仅是几个个人的忽发奇想，南禅将不可能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独立的一个类。反之，南禅教旨则能取得其物质外壳，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立存在。这个物化问题与每一个禅师寻求悟解、获得般若体验是两个层面的事，但在禅宗发展史上却是同步的、息息相关的。从道信、弘忍时代起，独特的禅宗团体已成萌芽，而最后完成这个层面上的革命的，则是马祖道一的学生百丈怀海，禅宗时称百丈立清规。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照自少世，自曹溪以来，
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为何归度，故常耳戒怀。乃曰：祖之道，欲贤不化缘，既来既不敏者，岂当与诸部阿吉魔教小乘未随行邪？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国曰折中，摄于至犯物其一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肠、呼须菩提等之谓也。即处于方丈，痛净明之事，非私请之事也。不立佛殿，为树法堂者，表佛祖亲主，受当代位尊也。所剖学众，无多少无高下，进入僧堂中依下次安排。设长帘床宜家，挂搭道具，卧壁斜枕床唇，右斜吉祥睡者，以其坐禅祭酒，略演习而已，具似威仪也。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待，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合院大众朝参戏剧，长老上堂深坐，主事众徒艳丽侧临。宾主问：有心好受、激扬宗要者，是依法而著也禅门独行，有百丈史。今略叙大要，不偏后代学者，令不忘本也。其诸轨道山门被焉。景德传灯录卷6，百丈大智禅师，这就是有名的百丈清规。事实上，保留百丈清规原貌的唐古清规今已不传，但景德传灯录所录与宋杨义914-1020古规清序及原百丈山德辉禅师奉敕修改的敕修百丈清规一致，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在没有其他更可靠的材料前，我们应信其真。但对上文开头所介绍，禅宗照自少氏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为何归度情况，我感到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虽说多居律寺，没有说全部，但问题不在于此。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批评达摩门下排小舍大，独见一家，设稷住持，居然乖僻，复有乡迷同好，聚结山门，持饭蒙然，动挂行纲，运经运任，无必种生。透过道宣的批评，可以看到达摩门下建成了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宗教团体，他们排小舍大，独见一家，确实是在设计学众了。可见达摩门下是独立居住的，而不是寄居于其宗派的寺院中的。四祖道信曾住吉州寺和庐山大林寺，但这只是他个人的经历，至于他的禅宗道场。续高僧传，其州道俗请渡江北黄梅县，众造寺自入山来30余载，诸州学者无远不至。传法宝记，至夫道信，虽择得开居，隐与立相，存没有机，今访有闻。继承道信事业，弘忍在双峰山东10里的冯木山建立寺院，传法宝记说道：既受父主，令忘所归，群鸡奏门，日增其倍。
20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18九，自东夏禅降传话，乃莫之过。史籍没有说到信和弘忍时有别居律寺的事，也不可想象如此宏大的事业，这么多的学众，可能别居律寺。可见禅宗自达摩以南，就是独立居寺的，若有别居律寺的，当是少数。并且不但是独居，而且在丛林法规方面，也是一开始就显示出排小舍大的特色。因此，抓住问题实质的提法应是，到百丈怀海的时代，怎样继承先祖的禅风，创立出一套合于南禅规度的说法住持的任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由此观之，百丈清规并不是怀海个人的发展，而是禅宗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与南禅的教理建设有所不同，南禅从大乘佛法中脱胎而出，但一旦成熟，南禅就企图断然切断与其母体的任何联系，自称教外别传。虽然事实是割不断的，南禅教理与大乘佛法的血缘关系总还是依稀可辨，但总体的倾向是变异大于遗传，而且几乎压倒了遗传作为上层建筑的施设。南禅的丛林法规、百丈清规，则较多地显示其对传统佛法的继承。所以，以百丈清规为标志的丛林法规层面上的南禅宗风是非大非小，不离大小，保留有传统的形式，注入了南禅的内容。形式上是各佛教寺院，不离大小；内容上不立佛殿，为树法堂，因为南禅不承认我外有佛，不礼拜泥塑木雕的假佛。自从如来把正法演藏，把自己，从而把整个世界都传给迦叶之后，每一个禅师都是当代位尊，个个都圆满具足。他们需要参拜的是自信三身佛，所以不需要佛像，也不可以有佛像，非大非小。形式上有长老院主方丈，不离大小；内容上是人人平等，无多无少，无高下。因南禅认为人人是佛，都是绝对的大肯定，他们相互包容，彼此交融，形成一派光明的海洋，一个流动的大火球，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圣灵的光环，每个人都是永恒不灭的圣果。人间的世俗的等级制度，绝对不适合于南禅的精神，非大非小。形式上有朝参戏剧，长老上堂升座制度，不离大小；内容是宾主问，有心好受，激扬宗要，因为南禅绝对遵循不说破原则。根据不立文字的宗旨，禅体验是不能给予注入，不能用文字传递的，只能是通过一定的契机唤起禅师的般若直观。南禅不主张讲经论律，甚至对问答也不能执着，故不存在祖师的指点教导，对般若的关照只能是个体的内在体验，非大非小。形式上的集体劳作，从事农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百丈雨，这从达摩时代就如此了，不离大小。内容上是要求禅师在劳作中领悟禅道，因为南禅主张
平常心是道，主张在最平淡自然的日常生活中，在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中获得体悟，这是道一淮海时代的禅风，非大非小。与南禅精神层面的宗风相比，百丈清规仿佛较多矛盾，但它毕竟是南禅所特有的人际规范，毕竟是南禅所特有的社会结构。百丈清规的产生，标志着萌芽于达摩时代的南禅所特有的说法住持规度成熟了，完整了。丛林法规的完善，是南禅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前提和标志。会昌法南后，南禅儒家独盛中国，故有种种因缘促成，但百丈清规之问世及推广，无疑是一有力之增上缘。第二节重写禅宗史。在禅宗日益发育、趋向成熟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门标志渐渐竖起，据释门正统、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提法始于慧能的再传弟子南泉普愿。虽然释门正统是天台家语，不足为禅宗实证，但这个记录还是或可相信的。它指佛教大小二圣，空有二部，显密二教共位，教宗其共同的特点是，即教是依据经论文字来获得佛法，确立教旨的，而唯有他自己是教外，是指的如来心传。故禅宗称其他佛教宗派为佛语、教宗、教内、不了义等，而自称佛心、心宗、教外、了义等。确立如此信念的首要前提，便是标明祖统，讲清如来心灯是怎样一代一代传递至今的。不但要法统分明，而且从如来开始的历代祖师，个个应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专家。于是编造祖统、附会增益祖师故事、重写禅宗史的运动，成为南禅趋向成熟的重要内容和步骤。本来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信息湮灭，史事失传，另一方面后人为现实的需要而重新解释历史、再造历史，都是史学史的常识。故斜刚先生的古史层类说和钱穆先生的古史层疑说，分别从上述两个方面归纳了史说发展的规律。但禅宗的特殊宗旨决定了他对历史的重新解释成为一种运动，到了不如此不足以自我完善的地步。由此我们可以彻见禅宗之中国化的深入程度，以及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消化力。在禅宗的发展史上，南能北秀以后，更经历了一个诸宗纷争的阶段。洪州、菏泽之外，晋仲宣时都各立门户，而后的禅师们各持门派师承，为自称正统，都不免借口祖师，其结果则是按自己的理解重塑经生。继承这笔历史遗产，南禅包揽了各家所传，特别是菏泽宗在南北之争时做了大量的工作，加以增删，最后的结果便是我们在成于宋代的各家登录中所见到的禅史陈说。
多少年来，虽然有人不时指斥，但就僧俗两家的大事而言，还是宁信其真。直到本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被发现，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努力，等别是胡适先生开创了现代的禅史研究之后，还禅史主流之原貌才日渐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可以从伪造增益的故事中，窥得南禅的奥秘是什么样的宗旨，体验促使着禅师们去重新解释甚至伪造历史。他们又是按什么主题、法则去重建佛法的？若能从被伪造的历史背后勾索出真实的法相神髓，那么我们对南禅的了解，从而对禅宗四变的把握就能更加完整、更加生动。寻此主旨，我们的追溯又重新从达摩开始，到慧能为止。当然，不但不能与前文重复，而且是择其要者而言。以如来拈花，迦叶微笑。传说中的禅宗最早渊源，是一个神秘有趣的故事。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复主摩诃迦叶，汝当善护持之。五灯会元卷1释迦牟尼佛。佛祖就是这样把真理中的真理，也就是最深刻的心印，传给了大迦叶。相传佛祖还同时传了一波给大迦叶作为护法的信物。于是禅宗就产生了，开始了，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了。故事是美丽的、生动的，但可惜却是假的。在中国佛学史上，真实情况是先有禅宗，而后才有拈花微笑的故事。不要说翻遍大藏经，未见一册经论中录有此事，就是查遍魏晋隋唐之佛书，也从无此说。考诸史时，方发现这一故事中佛祖的画首见于唐德宗末金陵沙门会聚所传《宝林传》。该书虽然粗糙不堪，但却是洪州宗的重要舆论工具。他下启祖堂集、玄门圣咒集、景德传灯录，直至传法正宗记，形成一家之说。随着南禅的兴盛得势，拈花微笑的故事才广为流传，为大众接受，并俨然成为禅宗开端之公理，容不得任何怀疑了。为了给故事带上一轮神圣的光环，依照佛教的惯例，它必须是有经典的依据。后史禅将们还硬拉出宋代大儒王安石1021-1086来为他们章本。王金公问佛慧全禅师云：禅宗所谓世尊拈花，出在何典？全云：经藏亦不载。公云：余请在汉苑偶见大梵天问佛觉遗经3卷，音乐之所载甚详，此经多谈帝王是佛，请问所以密藏是无闻者。宗门杂录。其实此处所述王安石汉苑所见的密藏，不但帮不了忙，反而露了马脚，叫人去注意，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故事，
却得到了普遍的承认，这不得不令人对故事做稍微深入的思索。听了拈花微笑的故事，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会问，那神秘的刹那，如来把什么东西传给了迦叶？那种传授又是怎样进行和实现的？这两个问题正是禅师们想兜售给人们的东西，这也正是南禅的本质所在。我们先从迦叶说起，他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佛经上多次说过，迦叶是佛祖接班人，佛祖说他的正法眼藏尽数传给了迦叶，要众人以他为代依止。佛经中还有佛祖让迦叶与他并坐的记载。所以民间虽有弥勒佛、药师佛等人是如来佛的接班人的传说，但佛教史上佛祖真正的接班人还是迦叶。接班人的首要任务当是接受和传播佛法。迦叶号称法藏祖第一，因有这段佛教史实，释迦牟尼游行不到45年，却没留下一部著作，是传其教义戒律都是弟子记录下来的。但弟子一多，记录就难免有差别出入。所以佛灭寂后，佛教中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整理其言行记录，并结集经典，以免佛法被遗忘、被歪曲。据传迦叶在佛灭后第一个雨季，于王舍城外碧波罗窟，又名七叶窟，召开了500比丘大会。大会开了7个月，整理出了法藏、经藏、律藏3藏。佛灭后600年间，类似的大会共开了4次，佛教史称为4次结集，其结果便是规模巨大的佛教经典流行于世，而这一切都是从迦叶开始的，是与迦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佛教的一切宗派都尽量对迦叶表示自己的尊敬和亲近之意，都说本宗本派是佛祖迦叶的嫡传。当然，在具体攀附时，他们把一切都最终落实到经典上来，因为迦叶所传的佛法，就是通过结集经典流传下来的。因此，不但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特别崇拜的经典，而且他们还竭力宣扬该经典的特殊地位，以争得本宗的发扬光大。例如，天台宗说他们戒以立宗的《妙法莲华经》是佛涅盘前所讲的最后一部经，那当然应视为佛祖一生智慧的最后总结。而华严宗的《华严经》更标榜是经中之王，宣称这是佛得道后所讲的第一部经，只因实在太深奥，无人能懂，只得藏在龙宫中。不知几世几劫后，有龙树菩萨潜入龙宫，偷得下部10万计，遂有《华严经》问世。诸如此类的说法，皆表明他们对佛法在经典的深信，经典是求得佛法的唯一源泉。然而，禅宗却不这样看。在拈花微笑的故事中，他们虽也比附迦叶，说他们是如来迦叶的真传，但故事中却有意违背历史事实，把经典取消了。那么佛法是怎样传下来的呢？
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一个穷人遇见了一个仙人，仙人许愿让穷人变富，要什么给什么。随着仙人所指，财富出现。结果那个穷人什么都不要，只要那个仙人的手指。不少人都把这个传说当作笑话，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严肃深刻的智慧。因传说中的所有的财富，无论其怎样的金碧辉煌、稀世珍奇，都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从而是虚假的，唯有那仙人的手指，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它是第一性的、源泉的，因而是真实的。在禅宗看来，佛法也同财富一样，一切见诸于经典的，都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因而也是片面、局部的佛法，而真正的佛法，应当是第一性的、源泉的，因而是全面、整体的。一句话，佛法与佛同在，佛与佛法不可分割。教家诸宗则认定从经典中方能讨的佛法，他们在多如牛毛的佛书中苦苦爬梯寻觅，永远沦为佛的奴隶，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佛法，永远成不了佛。因此，在拈花微笑的故事中，南禅禅师们毅然把佛家经典驱逐出去，而认为就是在拈花微笑的一刹那间，佛祖即把自己本身传给了迦叶，佛祖同时与迦叶合二为一，迦叶获得了真正的佛法，迦叶也就成佛了。所以不立文字，不要经典，不需任何外在的权威，为此方能有全面的、整体的佛法体验。这种体验无法言说，也不必言说，这种体验可以传递，并早已传递了一切的一切，在迦叶破颜微笑的瞬间，都已实现，都已完成，都已结束。在教家诸宗看来，佛祖永远涅槃，在那遥远神秘的西方净土，俯视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而禅宗却认为，佛祖在禅师的身上即得到了永生，佛祖就在禅师中间，一代一代不断地创造着新的佛法、新的境界。按南禅观点，当佛祖把自己给予迦叶，代代相传时，他把世界的真谛、宇宙的秘密都带到了禅师的心中。于是，外在的宇宙系列变成了内在的生命秩序，把握了我，就是把握了佛，也就是把握了世界。世界即佛即我，世界、佛、我三者统一，这是拈花微笑故事中最核心的神魂。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说，世界是宇宙本体，我是人生本体，佛是神本体。这种统一是本来如此的，所以不必向外探求，只需承当。这种体验的传递是不需依靠文字，不需依靠经典的。一旦领悟到这一点，电光石火，内外通明。所以，不立文字，顿悟、传心，即是禅师们相互接机、相互启发、相互传递对佛法获得的体验的公式。而这一公式的最高典范，便是如来拈花，迦叶微笑。世界、佛、我三者统一，是南禅的佛法观，
也是南禅的世界观。部立文字、顿悟、传心是南禅得道的主观形式，因而可看作南禅的认识论。两者本是同一事实的主客观层面，而两者又是如此生动完美的被融合于拈花微笑的故事中，这就是南禅在故事中注入的重大主题，这就是故事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故事之所以长期流传、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2. 西天28祖。自从如来手拈金波罗花，把自己以至整个世界都传给了迦叶，禅宗便获得了永恒的生命，通过一代一代的秘密传授，获得不断发展。相传在禅宗传入中国以前，这种传授已在古印度绵延了28代，禅宗的西天28祖说即为此。见本书附录仪，景德传灯录所录西天28祖。稍有点历史和佛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禅宗是中国的土产，根本不存在什么西天祖师，这种西天祖师说纯属后代禅师杜撰。但这一情况也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诸如西天28祖说产生于何种背景？作为一种历史传说，它携带了怎样的历史信息？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护法的传统，并不是禅宗的创造，而是佛教古已有之的历史。佛法的三藏，尤其是定慧修持，都是非常重视传承的。在师资相承的传授中，逐渐发展为护法说，将入涅槃的法师将正法、法藏、圣眼、法眼、后世禅师及综合为正法眼藏赋予弟子门人。副主的主要意义是守护、护持，是赋予一项神圣的义务，要求受传者护持三藏圣典，护持僧伽律制，护持定慧修正，护持佛法的纯正，使佛法永在。如此护法目的在于树立一代大师，负起佛法的摄导责任，以作为众人的表率与楷模，形成佛法的领导中心。在古印度阿育王时代，南北天竺都有五师相承的传说，而《护法藏因缘传》后为及迦叶等人传入中国，所录23世说，则是阿育王时代五师相承说的继续。到了中国，天台宗和禅宗的学者都继承了这一传统。除了继承的一面，禅宗在西天28祖说的发展形成过程中，逐步注入了特殊的内涵。自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以后，禅风在中国一时大盛，禅宗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佛学宗派。在这种形势推动下，禅宗的法系问题也就很自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首次禅宗法系问题是在弘忍以后南能北秀的对立争斗中被提出来的。当时代表北宗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形状和传法宝记，代表南宗的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都不约而同地从达摩多罗禅经、佛陀跋陀罗以及觉贤三藏358、429在庐山译出，
的会观所作小序中引出禅宗的法系。佛灭度后，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婆觉，尊者婆须密，尊者僧伽罗夷，尊者达摩多罗，乃至尊者般若蜜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我今如其所闻而说是义。初三藏记集卷9。他们把达摩多罗说成菩提达摩，把般若蜜多罗说成达摩在印度的弟子，而达摩在中国的弟子就是慧可，这样就有了早期的西天八祖说。然而，这种编造也确实太荒诞离奇了，从如来到达摩1000余年，竟然只需7代人就可以跨越。这种法系显然是为了争夺正统宗派的地位而曲意编造出来的。必须指出，这一法系在其产生的初期，还只有外在的、表面的禅宗印痕。其后由于禅宗的日益发展，其所受影响也就越见明显、深刻了。随着禅宗进入慧能以后的曹溪时代，随着禅宗的日益自觉，禅宗传承法统的序列变成了宗门的头等大事。貌似完整无缺的法系，尤其是拉着上与佛祖直接相连的西天祖师说，是禅宗得以自圆其说的重要前提。如不把禅宗的四法追寻到佛祖本人，又没有一代一代祖师的印证传授，那禅宗的存在发展怎么可能？佛祖又怎能永存人间？因为唯有佛祖在代代祖师的身上重新降临，才能有教外别传、超佛越祖的禅宗。在如此强烈的时代要求面前，粗糙的西天八祖说便迅速地被修改、补正。禅师们从复法藏传获得启发，把传中的24世加上原禅经序的，除去重复的迦叶、阿难、莫田第三人5师，就有了西天29世说。唐李华为天台八祖左西玄朗所作《左西大师碑》，以说佛以心法复大迦叶，此后相承，凡29世。全唐文卷320。与之同时的，曹溪门下成都宝堂宗的《历代法宝记》也取29世说。而神会所传的菏泽门下，如曹溪大师别传，则取28祖说，或不取莫田地，或没有弥勒迦。而在禅宗中最具权威的坛经、敦煌本，则从七佛到慧能共40世，前除七佛，后除中华6代，则西天为28世。就这样，西天28祖说虽为后代禅师所公认，但真正改定西天28祖说，在其中深深注入教外别传气写的，则是江西洪州宗传下金陵沙门会剧，或作制剧、法剧，作于唐贞元10年801的10卷。宝林传。前菏泽宗所传的西天28祖说，虽然在时间上能填补自如来到达摩1000余年的空白，但在具体的人物上还是有出入的。
复法藏传中的商那和修和优波觉多，即是禅经序中的舍那婆斯和优波觉，属同名意义。有了这种出入，他们的西天28祖说就无法令人完全相信的。于是宝林传删去了众父的姓名，并参照僧佑的传说，把婆须密提前为7祖，再把僧伽罗一说成旁支而并出，最后加上25到28 4个祖师，这样宝林传的西天28祖说可谓是源流清楚、完美无缺了。自宝林传以后，禅宗的西天28祖序列再也没有改动过，也没有再做改动的必要。南禅禅师终于按自己主观意愿完善了西天28祖说。显而易见，在这种法系中，西天祖师们在地相传授时，尊奉的当然是南禅家法。考察禅宗的西天祖师说，发现其内容都不外乎2个部分组成，一是各代祖师如何得到和印证自己的继承人，一是各代祖师复法之后如何涅槃。内容简单，模式单一。用文学和美学的眼光看来，这种公式化的叙述毫无价值可言。然而，对南禅来说，个中却有其自身的独特意义，因为南禅教外别传的特色、精髓和秘密全蕴含其中。禅宗西天2祖阿难是佛祖的弟弟，经书上说他多闻博达，智慧无碍，很为佛所赞叹。佛灭寂后，迦叶在碧波罗窟第一次结集时即向大众推荐，结果阿难送出经藏，迦叶也就选中阿难作为护法之人。在古印度的传说中，护法就是护法，授受之间干脆利落，什么花头也没有。尊者迦叶以法护主阿难而作誓言，长老阿难，佛以法护主于我，我今欲入涅槃，以法护汝，汝善守护。阿难合掌答尊者言，为然。受教。阿育王传卷4。但在南禅的西天祖师说中，经过渲染加工的迦叶护法于阿难的故事，却是典型的教外别传。一日，阿难问迦叶曰：师兄，世尊传经波袈裟外，别传个什么？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到阙门前杀甘者。五灯会元卷1。2祖阿难尊者。据说就这样一照一音之间，迦叶就把佛祖的心印正法眼藏传给了阿难。这种传授方式确实玄乎得很。迦叶是禅宗西天出祖，他的护法当然是最高典范，在后代的禅师中，我们还能看到无数类似的护法故事。如能参透这个哑谜，那对于南禅禅机的理解就有着关键的意义。当阿难问迦叶世尊传下了什么，恰恰正是迦叶要赋予阿难的正法。迦叶这一声唤，不但告诉阿难世尊传下了什么，同时也讲出了怎样给予，去向何方。世尊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世界，
把他自己都传给了你，一切就融汇在你的生命之中。当阿难应诺而发出声音时，显示了他自身的整体存在，也就是显示了世尊所给予的一切。所以，对阿难的这个问题，迦叶只能做如此回答。否则，若用其他任何言辞解释，那就违背了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旨，都将是错误的、片面的、局部的。所以迦叶达到这一点时，即点到为止，绝不能有半点超越，于是他只能讲句毫不相干的话了。然而南禅笔下的阿难，却能由这句漫无边际的话开悟，理解了这一切，得到了佛祖的心印，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这就是南禅的核心灵魂，要理解南禅，必须从这里开始，离开了这个起点，将永远也达不到领悟的彼岸。所以，从西天28祖开始，南禅禅师笔下所有的故事，都环绕着四法的认可、印证、传授而展开。南禅在心印的领悟和传递两方面做尽了文章，禅宗所有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都在这儿显示出来。3. 达摩西来。随着会昌法南以后南禅的扩展，他们更是按照自身的面目来描绘达摩出祖的形象，理所当然地对之一一进行修改，从即教悟宗到二入四行，从人家印心到坐禅苦行，这一切都必然在禅宗史料中日渐淡化甚至消失，而被强调的则是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故事。现存禅宗登录中关于达摩的传说究竟形成何时，一般说来即无法精确考证，但大致可以肯定，面壁9年、折尾渡江、指履西归、六度被毒等故事产生都较早。远在菏泽门下传出的著作已经见到，其后南禅门下的著作也全都采用了上述故事，加上达摩圆寂后葬于熊耳山、梁武帝造碑、昭明太子作文谣记等等，都属于神话达摩的一类。虽然这些故事有的经不起考据，有的违背常理，但人们都懂得其中三昧，故都能宽容地接受，读过一笑，如此而已。真正值得重视的，倒是晚出的故事。作为西天祖师的最后一个，菩提达摩的故事对禅宗的正法眼藏做了极为出色的注解和发挥。据说西天27祖般若多罗行化至南天竺国，意欲试探香智王3个儿子的悟性，就拿出一颗宝珠问他们说，此珠原名有能及否？2个哥哥的回答是，此珠七宝中尊，故无余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七宝是佛教中所说的7种宝贝，如金银、琉璃、珊瑚、玛瑙、珍珠等，其中以一种叫是珍珠的最为珍贵难得，般若多罗所出世的大概就是这种珠子，所以2个王子如此回答。但般若多罗并非真的在问珠子，所以他俩的回答只是显示了他们悟性的低下。然而第三子达摩却一下子把问题的本质抓住，他说：
此事是宝，位足位上。于诸宝中，法宝位上。此事是光，位足位上。于诸光中，至光位上。此事是明，位足位上。于诸明中，心明位上。此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至光。光便于此，即便此矣。既知是诸，即明其宝。若明其宝，宝不自保。然则师有其道，其宝极现。众生有宝，心宝亦然。五灯会元卷1 27祖般若多罗尊者。小小的一颗珠子，引出了一篇高问。达摩知道般若多罗是在问世上何物最圆明，也就是问何谓佛法，佛法何在。对此，达摩做了极精彩的论述，表现了超凡的悟性。他说，这珠子是宝，是光，是明，但还比不上法宝、至光、心明，而后者当然是为佛所有。仅此三句，已表现出相当高的境界，但最透彻的悟性还是接下去的说明，即珠子虽然光明耀眼，但却不能自己肯定自己，它还要靠智慧来肯定它，是光明的，是珠子，是宝贝。要靠外在的存在来肯定自己是宝贝的东西，其自身绝不会是宝贝。真正的宝贝只能是第一义的，能够明见一切的至光，这就是老师你所有的道。谁得到了这道，谁就得到了真正的宝贝。达摩的这段话不但点明了禅宗自如来拈花迦叶为笑所传下的正法眼藏是什么，而且在理论上做了论证，无怪般若多罗不仅欣然传法于他，而且把行化正旦弘大禅宗的历史重任委之于他。根据般若多罗的记念斜线别，又作记别，是祖师按结束、国土、佛名、寿命等项书写的关于弟子成佛的预言。达摩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范仲明、凡三州韩聪达于南海，时梁普通7年丙午岁9月21日也。次年10月1日，达摩到金陵见梁武帝。他在中国的首次亮相，就是如此之不凡。梁武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有何功德？梁武帝这话可一点不假。萧衍称帝不久，就宣布为佛一道，是为正道，令公卿百官宗室收伪就真，舍邪入正，把佛教定为国教。他本人还4次时升金陵同泰寺充役，又4次为臣下以巨款赎回。有梁一带，仅金陵一处，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余万人，遂使唐人杜牧有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叹。但是梁武帝万万想不到达摩给他的评价是并无功德4个字。对这种彻底的否定，梁武帝当然不服，他追问何以无功德？达摩答道：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人天果属6道轮回之中，6道又称6趣：地狱趣、恶鬼趣、畜生趣、阿修罗趣、人趣、
天趣，不脱三界，离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距离甚远，故称小果，有漏因。无论是五逆十恶还是五戒十善，都只能招致迷惑众生所处的三界之内的轮回果报。所以，你梁武帝所为一切都是影非形，是虚非实，做得再多也不会成佛。然而，成佛是梁武帝最热切的愿望，面对着从佛故乡来的高僧，他当然不肯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如何是真功德？达摩只能以否定的方式作答，径至妙缘，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是求。他指出，靠世传的一套造寺写经、戒斋度僧、坐禅念佛，是永远也不能成佛的。这下梁武帝忍耐不住了，你这是什么佛教？与经书上说的全然不同。于是他由故作谦虚的请教变成了楚辞锋利的挑战，如何是圣地第一义？什么是佛学最根本的理论？什么是一切经典的共同主题？达摩真心诚意的回答，豁然无甚，没有，你所说的这种圣地是不存在的。这下可让梁武帝抓住把柄了，对阵者谁？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呢？难道不是佛的子弟吗？难道不信佛法吗？那么你到中国来又想干什么呢？达摩的回答依然是严肃的，不实，恰恰是需要自己亲证体悟的，一旦说出，就是第二义的了。对话终于不能继续下去了，地不领悟，组织机不弃，这次会面终于不欢而散。梁武帝肯定认为达摩为骗子，或者是故意想捉弄人，但他根本无法理解，达摩想传给他的正是佛的根本大法。达摩对佛经佛法的大胆否定，正是旨在阐明教外别传的真谛。对于追求内心开悟、顿悟成佛的禅宗来说，造寺写经、度僧念佛当然不算功德；对于想把佛祖融入自身的禅宗来说，当然不存在什么外在的佛法圣地。对于孜孜追求经书文字的梁武帝来说，达摩是个什么境界，他当然无法理解。然就在这个故事中，达摩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打出了崭新的禅宗旗号。与之相比，发生在后南的折尾渡江、面壁9年、6度被毒、只履西归一系列传说故事显得浅薄、苍白多了。由上述可知，南禅笔下的达摩出祖，已将什么大乘定学、什么2入4行、什么人家印心全部舍弃掉了，代之而起的则是一个不持戒、不读经、超佛越祖、教外别传的南禅先祖。在南禅笔下，达摩为洛阳伽蓝记的作者齐成太守杨炫之所说的寄语，更是把教外别传的宗旨表现得十分潇洒超脱，亦不睹恶而生贤，亦不观善而勤错，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悉过量，通佛心悉出度，不与凡圣同禅，超然名之曰祖。五灯会元卷1出祖菩提达摩大师。
超出一切度量计算，超越凡圣，无善无恶，无智无迷，不求道不求佛，方能明之曰祖。这就是世界、佛、我三者合一的无对立境界，也正是以祖师禅自诩的南禅所追求的那个第一义。4. 慧可断弊。慧可识料，本已不少，然而作为一种宗教，后世的禅宗传人是不会满足于如此客观冷静、通达理智的宗史的。尽管佛教是一种较理智的宗教，但这毕竟是一种宗教的理智。更何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其世俗文化的一面仍然是异常的粗俗迷信，并且必不可免地会在其精粹雅文化的层面上留下印痕。于是乎，与达摩事迹一样，关于慧可的神话也出现了。史传是因护金像，为贼啄去一臂，经加工就成了为求大法，不惜生命，自断其臂的壮举，见北宗的传法宝记。断臂还不够，还要编造从出血中立，不觉血过于膝，以求无上道的感人情节，能加诗资记。当然，还是与达摩故事的流变一样，随着禅宗的发展，浅薄的传说被逐渐加入深刻的内容，单纯说明祖师之不平凡的故事，逐渐被赋以具体的宗义，愈来愈流露出强烈的南禅意趣。在原有的史料中，人家应心有弟子多人，形头陀形，备受非议迫害等不少能说明慧可禅法与后世南禅血缘关系的内容，皆被统统置于一旁。因为南禅需要的不是可能发展南禅的慧可禅法，而是谋求表面是慧可的旗号，而骨子里是南禅家法的慧可禅法。这样的二祖不需要任何经书，只有一个秘密单传弟子足矣。他是一个不需要人们理解，而且也无人能迫害他的神秘人物。就这样，南禅按自己的需要设计了一个东土二祖。慧可是禅宗史上第一个华人祖师，因此与西天祖师不一样，他首先就面临一个传统的中国文化儒道与佛教之间做一抉择的问题。那么，禅宗文献中是怎样记述这一情况的呢？在《五灯会元》中，慧可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时有僧神光，慧可原名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一落，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数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摩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摇，当造玄镜。其下便载立血断臂的名慧可的经过。但南禅故事的重点并不在此，作为一个生于东土的华人，因袭着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外在形体的出家虽说困难，但内在的精神升华更不容易。于是，慧可传说的重心便被移向一个新的焦点。在西天祖师的故事中，他们个个是天然开悟，故事的主题也无不是表现他们的智慧、气度和境界。与之不同，从慧可开始的东土祖师的故事，
则主要着墨于如何表现他们开悟和传递禅体验。须指出，这一不同正是南禅宗旨最核心、最富于魅力的内容，也正因如此，他们便在慧可的故事中被当然强化、放大、突出了。当达摩答应收慧可为弟子时，最精彩的一幕开始了。按照南禅的风格，慧可开口就直指心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达摩的回答当然不是四谛、八正道，也不是四卷人家，而是诸佛法印非从人得，佛法不能从他人求得，只能向自己的内心求得。但慧可的毛病就是出在他的内心，我心未明，岂施与安？达摩一下子就识破了慧可的病根，什么心未明？你连心是什么，心在何处还没搞清楚呢？所以他马上说，将心来与汝安，只要你能把握这心，我就能为你安心。可良久曰，密心了不可得。是呀。慧可百思不得其解，茫茫广域，大千世界，百千经典，哪儿去找心呢？得不到这心，又拿什么去接受佛法呢？倘若找到了心，又向何处，怎样去接受佛法呢？难怪慧可要思索良久，方能明白自己以为未安的心，实际上不知在何方。达摩的药方是如此简单直接，祖曰：我与汝安心静，实际上根本无需达摩为他安心，心本来就好好的在慧可身上，心自足自满，完美无缺，根本不需要密心安心。当慧可苦苦探求密心了不可得，对所有的密心可能都做了否定之后，本来只要再向前跨一步就能捉住真理的，但他未能走出这一步。然而这是达摩这个静字帮助慧可实现了最后的飞跃，展示了无限风光。于是慧可立即开悟，丢掉了所有思想包袱，结束了他的挣扎和苦斗，获得了精神的升华，进入了全新的禅之境界。五灯会元卷1出祖菩提达摩大师。如果承认故事中慧可的误解是典型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话，那么故事中慧可向达摩显示自己的悟境、传递自己的禅体验的方法，则是最典型的不立文字。达摩欲返天竺，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何各言所得乎？时有道复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祖曰：汝的无皮。你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门 F 人邪见，人心好人，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祖曰：汝的无肉。道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祖曰：汝的无骨。最后慧可礼拜，依位而立。祖曰：汝的无岁。五灯会元卷1出祖菩提达摩大师。师生即将永别，表示的当然是最深切的误解。道复讲了不立文字的道理。总持所说的庆喜是佛祖的弟弟，禅宗西天二祖阿难尊者，
他于佛成道之业出生，故他见到的佛正是成道之佛祖。阿门。人邪见，人心好人。佛是如来五法身之一，居东方世界，因此是一见更不再见，实际即是顿悟的教旨。道寓意为外在的水火风四大和主观的眼耳舌身五阴都是空的假的，像他们是无一物可求的。言下之意就是要直接抓住佛法本身。他们三人所说都是教外别传的南禅宗义，但他们三人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说出来了，一旦付诸文字，也就落得第二义了，因此达摩做了保留的肯定。相比之下，慧可要高明得多，他什么也没说，不必说也不能说，他只是站出来，向达摩显示他自身的存在，那已是安心的存在。佛祖、佛法、世间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全在于此。终于，达摩将正法和衣钵都传给了中国人，最终完成了西天神普向东土人普的过渡。慧可的故事证明了般若多罗嘱咐达摩弘法正旦时的预言，汝所化之方过菩提者不可胜数。翻译成南禅的语言，则是如故事中慧可二祖所悟所行即是真正的获菩提者。5. 慧能得法。如果说如来拈花迦叶为笑故事是禅宗南禅的第一口实，那么做继承心慧能得法故事便是南禅所做的第一注解，最出色的回答。据敦煌坛经，慧能俗姓卢，出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父亲原在范阳做官，后左迁新州，早逝，随母亲流落到南海，今广州，以卖柴为生。一天慧能卖柴时听人念《金刚经》，一闻便悟，问起来，方知黄梅弘忍大师在冯木山开化，遂辞别老母，往黄梅礼拜五祖。慧能见弘忍首次亮相便与众不同。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无边复求何物？慧能答曰：吾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于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个僚，若未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个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就这样，弘忍留下了慧能，让他在对房对冲礼，人称卢行者。8个月以后，禅宗史上最精彩的故事发生了。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进来，门人急泣，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信若迷，福门何可救汝？汝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知之，各作一计成无。吾看汝计，若悟大义者，复汝依法，秉为6代，火急急。门人的处分却来各自自防，递相谓言：我等不须诚心用意作计，将成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
既不用作。诸人齐心，竟不敢承继。时大师堂前有3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人家变相，并画五祖大师传授医法，流行后代，未记。画人如真看毕了，明日下手。上座神秀思维，诸人不成心计，原我为教授师，我若不成心计，五祖如何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计上五祖诚意，求法极善，密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成心计，终不得法。良久思维，甚难，甚难。业至3根，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成心计，欲求于法。若五祖见计，言此寄语，若仿逆我，我素业障重，不合得法，甚易难测，我心自习。秀上座3根于南廊下中间壁上秉烛题作记，人尽不知。记曰：身是菩提树，身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上座，题此记毕，归卧房，并无人见。五祖平淡，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人家变相。五祖忽见此记，请记，乃谓供奉曰：弘忍于供奉前30千，深老远来，不画变相了。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记，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3恶道，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大师遂唤门人进来，焚香祭前，令众人见，皆生净心。汝等敬诵此记者，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敬诵，皆生净心，患言善哉。五祖遂唤秀上于堂内，问：是汝作记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秀上座言：罪过。时是秀座，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识大义否？五祖曰：汝作此记，见即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记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须入的门，见自本性。汝且去，1、2日来思维，更作一记来成无。若入的门，见自本性，当复汝依法。秀上座去数日，坐不得。有一童于对房边过，唱诵此记，慧能一闻，知未见性，即知大义，慧能亦作一记。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又记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院内徒众见能作此记，尽怪。慧能却入对房，五祖忽见慧能记，极善知识大义。敦煌本坛经，这是一个知名度极高、流传极广的故事，介绍禅宗甚至可以不说如来拈花、迦叶为笑的故事，但作记诚心，慧能得法的故事是非说不可的。然而，故事虽然见录于敦煌本坛经，但却颇令人怀疑。按理说，故事若非后人掺入，那么敦煌本坛经应是现存最早的记载慧能事迹的文献，
曹溪门下各家各派都应知道此事。但事实是，北宗门下的著作根本不提此事。或许是故事所述与北宗不利，故北宗门下略而不提。那么何以宝堂所传的《历代法宝记》也不录此事？最令人吃惊的是菏泽一派著述，如《神会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圆觉大书钞》都不见此事。要知道，当北宗一系声势显赫之时，对相对力弱而又想争夺正统地位的菏泽一派来说，这个故事该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多么可宝贵的历史。所以，菏泽所传不录此事，是故事委托后人掺入《坛经》的最强印证。不仅如此，遍阅唐人碑记，自慧能元纪至柳宗元、刘禹锡为大建传碑100年来，包括王维所传大建禅师碑，都无作继承新之说。据考证，出于此时期内专门记录慧能生平传记的《曹溪大师别传》、六祖大师缘起外记，据名作者是门人法海、敦煌本《坛经》，也是他传录《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作者也是唐氏法海，都没有记下作继承新故事。外记和略序虽然肯定不是《坛经》记录者法海所，但上述3传记的时间绝不晚于刘熙与柳宗元传碑之时。曹溪传下各家之中，唯有南禅记录了这个故事，那么会不会是南禅门下独见《坛经》古本，而其他各家都不见呢？这种可能实在不大。当时南禅大举北上，打的是慧能的旗号，为处后死于828年，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讲得清楚，神会门下以《坛经》传宗，以《坛经》为宗门，依约、依据、信约等于以前的衣钵的菏泽宗，还在同一本敦煌本《坛经》中加入了不少自家的私货，最显著的是说神会独得正法的20年全记，怎么可能想象菏泽门下没见过敦煌本《坛经》？因此，从文献考证可得的结论只能是一个作继承新，故事属南禅门下所传，后来掺入敦煌本《坛经》之中，然后流传开来。这个过程与南禅扩张的过程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从历史背景看，故事编造的还是相当巧妙的。相比之下，《景德传灯录》卷4神秀传中再度增益的神秀、示众、记闻，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无端的把神秀打扮成一个玩弄话头的南禅禅师，实在是拙劣透了。作继承新，故事在时间、地点、情节、结果上都是相当注意细节的真实的。张说为神秀所传的大空禅师碑记载神秀到黄梅之后，服勤6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喜足，引之并作，于是涕辞而去，退葬于密。神秀到黄梅参见弘忍是永徽3年655
6年后是龙朔元年661，据刘禹锡《大建禅师碑》，慧能到黄梅正是龙朔元年，故虽然故事说慧能在弘忍处待了8个月，但他与神秀相逢，在时间、地点上还是可能的。弘忍对神秀命之洗足，引之并作，点出《杂阿含经》卷41，佛以大迦叶位，佛法子，复法受依，佛命并作。故事在参以东山门下逆来自成，当理与法的作风，于是就有了弘忍有意选神秀做接班人的情节。结果在章说的碑中是没有原因的，替辞而去，退葬于密，而故事中是有原因的，失去了接班人资格，还是有所依据的。另外，神秀的继子也是早早有句句落实的，身是菩提树，与神秀大乘无生方便门心色俱离，即无一物是大菩提树，大乘五方便身寂则是菩提树相合。心如明镜台也与大乘五方便的净心体犹如明镜，从无始以来虽现万象，不曾染着相合。时时勤拂拭，也就是神秀五方便的总章体离念门，其依据是《大乘起信论》所注重的离念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然而这些内证并不能推翻文献考据的结论，更重要的，这些都是细节的真实，而不是故事真正的重心所在。故事的中心慧能与神秀的对立，这对立是如此之尖锐，一个是跟随弘忍多年的上座，一个是才来8个月的聪明行者，一个是知识渊博的教授师，一个是不识字的文盲，一个曾得到弘忍高度评价，东山之法尽在秀矣，一个则被弘忍斥责，汝是岭南人，又是个僚，未堪作佛，但结果劣势战胜了优势，小人物战胜了大人物，因为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最高的层次上，慧能的悟境高出神秀一头，而这一关键的核心全部凝结于2个寄语之中，而2个寄语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当时的历史记载所没有提供的。2个继子的对立，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南禅的特质，或许正因如此，坐骑成心的故事才被补入坛经，成为禅宗南禅史说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又要回到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上来，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2个问题，一是如来把什么传给了迦叶，一是这一传授是怎样实现的。前者是内容，后者是方式。在禅宗史上，前一个问题是禅体验的内容，南禅的答案是世界即我即佛，后一个问题是禅体验的获得和传递，南禅的答案是不立文字、顿悟、传心。在坐骑成心、慧能得法的故事中，弘忍和神秀、慧能师徒之间逆来自成，当理与法的复法传统被加上坐骑成心的形式，这一点便与事实不符。虽然佛经中早有记诵，盛唐时诗歌普及，但禅宗自达摩至道信
都是以4卷人家印心的。自道信把人家与文殊般若合二而一之后，神秀门下，则天大圣皇后问神秀禅师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秉齐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告？答曰：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人家师资记，神秀传，持供人家，地位心要。大通禅师碑名，全唐文，卷231。虽然神秀的大乘无生方便门还受《金刚般若经》和《大乘起信论》的影响，但北宗所传依人家和文殊般若印心还是基本立场。慧能所传变化要大一些，坛经中既有继承道性禅法的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这即是以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简称文殊般若印心的证据，又有劝大众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集的见性的话，其实宣扬金刚般若最卖力的是神会，一方面是金刚般若持最上乘无相法门，长短适中，另一方面是唐玄宗于开元23年735亲著金刚般若，照颁天下，普令宣讲。所以有人怀疑坛经中宣扬金刚般若的成分全是何则宗所掺入。无论如何，就本题论旨而言，神秀、慧能，包括神会，都是即教依经的。慧能思想中或有离教倾向，已分不清是后人所加还是慧能本然的，但神秀断然不会离教的，叫他们在弘忍时代就做继承心，运用那种教外的离经的充满隐语的不立文字的方式来见性成佛，似乎断不能。因为那是8世纪以后南禅所特有的宗风。明明是我弘忍与神秀论，人家经玄理通快，人家师资记，神秀传。而欲复法的，却偏偏要弘忍出题，神秀作记，迂回曲折地显示自己的悟境，这恰是后世南禅的风格。更重要的信息在寄语内容之中。我们首先从弘忍对神秀之记的态度谈起。弘忍的态度是十分奇怪的，虽然他最后否定了神秀的法嗣地位，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但他的否定是有保留的否定，几乎可以说9分肯定1分否定。当他见到神秀的寄语，准备用作供奉的，人家变相不化了，因为依此修行，不堕3恶道。他叫门人焚香祭钱，告诉他们，汝等敬诵此记者，方得见性。他最后叫神秀来，还说是汝作记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叫他再做一记，许愿说，若得入门，见自本性，当复汝依法。显然神秀时已到门前，尚未入门，他的方向是对的，离最高境界仅1步之差。而后面慧能的寄语即是在神秀的肩膀上再做一跃，便遁入佛界了。事实果真如此。要解理这一点，首要须点明
故事中的弘忍是难禅化的弘忍，故事中的神秀也是难禅化的神秀。他的继子仅是为慧能出场亮相做铺垫。明白了这一前提，方能了解寄语的内容。虽然寄语采用了神秀著作中的语言，但其主题是讨论身心到什么境界才算是成佛。神秀寄语把进入成佛境界的因素一分为三：身、心及我，外在于我的尘埃及世界，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即有佛。这样，佛法的最高问题被归结为世界、我、佛三者的关系，这正是难禅的主题。正因故事中的神秀寄语提出了这个主题，故事中的弘忍方在否定的同时，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作为慧能的陪衬，神秀的回答是错误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他主张我不要让尘埃所污染，我与世界分离即是佛。世界是虚幻不实的，看破假象，变得涅槃正果。传统佛学正是这样讲的，但南禅不同意此说。当神秀这样理解世界、我、佛三者关系时，世界是最高存在，它外在于我和佛，我是否佛取决于外在的世界。这种思想，南禅界达摩大师的口早就批评过了。此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至光，若辨其诸，诸不自诸，诸不自诸者，要假至诸而辨是诸。见本节前文。3. 达摩西来。P 212，这段话的逻辑是宝，是光，是明，是无法决定自己是否宝贝，是否光明的，它要由法宝、智光、心明来决定、来肯定、来鉴定的。这样的话，即使他们被宣布是宝贝、是光明的，实际上并不然，因为他们的宝气、光明不是他们自身的，而是他物给予的。真正的宝贝、真正的光荣是给予他们宝气和光明的他物、法宝、智光、心明。这个理论是理解南禅的关键之一，所以南禅假之于达摩老祖之口而宣传。以此观察神秀寄语，我是否佛，并不决定于他自己，而是决定于我是否被外在的尘埃所污染。在这我的佛性始终是外物世界给予的，我是否佛始终要由世界来决定、来肯定、来鉴定。结果，虽然神秀宣称我已是佛了，但实际上我成不了佛，因为真正的佛是给予我佛性的外物世界。只要故事中神秀企图把我与世界分开，我就永远成不了佛。这就是故事中神秀失足之处，也就是南禅让神秀失去充当弘忍接班人资格的原因所在。从同一角度，我们就能窥察到故事中南禅精神的化身慧能的悟境。慧能对神秀寄语的评价与弘忍的态度是一样的，美则美矣，了则未了，这是南禅登陆
中的话，既然肯定故事为南禅家说，那这本就能引用。美在何处？何处未了。把慧能寄语与神秀所成的对照一下就清楚了。慧能几乎保留了神秀寄语中的一切因素，身、心、菩提树、明镜台，而他唯一否定的是尘埃。这说明慧能与弘忍一样，欣赏神秀寄语的主题，欣赏他的三分法，这就是慧能所谓美之所在。而慧能否定了神秀的尘埃，外在于我的世界，这就是慧能所谓未了所在。理解慧能寄语的关键在何处有尘埃，慧能不承认有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同样他也不承认我外在于世界。神秀以除去尘埃作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前提，慧能针锋相对地说，你这样的菩提树、明镜台、成佛境界象征，都是虚假的，不存在的，故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从佛的角度看，必须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其大无外。这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道的特征，正是南中国文化的难之所在，绝对容不下任何外在于我的事物，哪怕美好如菩提树、明镜台，丑恶如尘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祖堂及打头用本来无一物代替了原来的佛性常清净，把问题说得更直接，更加清楚明白。因此，慧能、南禅的答案是：世界、我、佛是统一的存在。我即世界即佛，根本没有什么尘埃，根本没有外在于我的世界。这样，我是佛，由我自己决定，自己肯定，自己鉴定，这时候我方才是真正的佛。唯一的前提，则是必须除掉外在于我的世界尘埃，让世界、我、佛成为一个统一的、一元的、绝对的存在。这就是后世南禅所说的第一义，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之我。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做继承心，慧能得法的故事所显示的，完全是南禅的宗风。不立文字、顿悟、传心，是以否定的形式，强调禅体验的获得不可向外寻求，不可以用文字表现，不可以点点滴滴地误解它表现的是悟道者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南禅的认识论。在如来拈花、迦叶微笑故事中，他印证怎样传给的问题。世界、我、佛三者统一，则要求寻道者探讨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身、心、我、佛、世界到底是统一的还是分离的？这一切关系该怎样描述它表现的是悟道的内容？其核心是南禅的世界观。在如来拈花、迦叶微笑故事中，他印证传给什么问题？事实上，较外别传的南禅始终是从这两个方面切入，去领会、去表达、去交流禅体验的。
慧能的弟子南岳怀让经过8年的学习，忽然有神，乃白祖慧能曰：某甲有个会处。祖曰：作魔身。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武登会元卷3，南岳怀让禅师。这时怀让被认可是领悟了。慧能的再传弟子石头西迁被人问，不与万法为履者是什么人？石头西迁以手掩其口，问者乃豁然有圣，指月录卷9，庞公也被认可是领悟了。法眼宗的清凉文义在回答如何是第一义问题时说，我向你道是第2义。武登会元卷10，清凉文义禅师，他也被认为是得到了禅的真谛。在这有个会处，不与万法为履者，第一义都是南禅用来暗示成佛境界的特殊用语，而说似一物即不中，以手掩其口，道是第2义，都是强调不可说、不可付诸语言文字的意义，显然是顺着慧能得法故事中不立文字、顿悟、传心的思路来表达自心。他们强调的是真如体验不可言传的一面。曹洞宗的洞山良价在回答如何是佛问题时说，麻三经无门关第18。而对同一问题，云门宗的云门文偃的回答是干始觉。更有禅师在听到和尚于禅堂前敲板子时，大声叫道：好疼啊！他们都被认可是领悟的。他们对禅的最高境界的追寻，是从慧能得法故事中世界、我、佛三者合一的基点契入的。所以任何东西如麻三经、干始觉都可以是佛，任何东西如禅堂前的板子，也就是我，他们强调的是真如体验之绝对一元化的一面。虽然坐寂成心故事中的慧能为南禅所改造，成了超越时空的南禅特质的代表，但在禅宗史上，慧能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任人打扮的角色。正如前节所说，在见、自、性成佛的无相界和面向大众的无念位宗的禅法上，南禅是慧能的真正继承者，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法统上，慧能都是南禅当之无愧的先辈。而坐寂成心的故事，正是这种血缘关系的再现，是对慧能禅法做了南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不立文字式处理的结果。其精神实质与标志着南禅之自觉和成熟的教外别传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细细分折，南禅自我标榜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16个字的前8个字，不正是不立文字、顿悟、传心的再现？而后8个字不正是世界即我即佛的应用？作为对佛法真谛的参悟，坐寂成心故事的神魂，还是来源于慧能禅法。在《坛经》中，坐寂成心故事被安插在定慧等第仪之前，这并不是偶然的。由此出发，我们能窥见坐寂成心
故事的主题与南禅意趣的相通之处，定慧等，而这被慧能高推为本第一的思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教理上，都确是南禅宗风的真实出发点。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信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亦是定慧等。敦煌本坛经。在传统佛学中，定慧相分。定是禅定，属指所谓静虑诚心，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慧是智慧，属观，所谓达观真理，断妄语惑。在佛学的三学六度中，界定慧为基本内容，相互关系是很清楚的。界属律藏，定属经藏，慧属论藏，依界而资定，依定而发慧。简而言之，定是向内的，安定自己的内心；慧是向外的，正确的看待世界和人生。这样就逻辑必然地承认，在我之外还有着一个世界，无论这世界是真是假，是色是空，是实是妄，大小二圣，空有二宗，正是这个范围内相互对立，相互划分。只有我安定了自己的内心，此能正确的判断世界的本质，看破世界的本质必以安定我的内心为必要前提。结果悟入佛境，菩提涅槃，其先决条件必然是定我之心，坐禅念佛，造寺写经，布施持戒，来世成佛。一切传统佛学对佛教徒之宗教生活的要求和许诺都出现了。慧能的定慧等最本质、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不承认我之外还有个世界，在慧能寄语中则是何处有尘埃。所以并不是先定后慧，以定发慧。当你安定自己的内心时，你已经看破了整个世界。你要确地判断世界的本质，你只要正确地体验自我的内心就可以了。当你体验到定即是慧，我即世界时，你已经把握了佛法真谛，获得禅体验了。我、世界、佛三者合一，浑然一体，好好的在那儿。对悟道者来说，根本不存在改造自我之定的问题，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任其自然，直下承当这事实。由此出发，持戒问题、念经问题、坐禅问题、礼拜问题，皆引后学问题。南禅对自己信徒之宗教生活做出了全新的要求和许诺，并由此展开了自宗所特有的宗风。在重写禅宗史的过程中，与大量增益、多附会的情形成为强烈对照的，是真实的禅宗史被掩盖和消解。最典型的便是东山法门真相的被消解和菏泽南宗的被驱逐。这也是南禅宗旨所决定的。当东山门下多头并红的历史被掩盖，剩下的只有慧能、曹溪一枝独秀，这里有神会的功劳，而曹溪门下数家并列的历史被消解，洪州、石头的南宗就一家独盛了。
最关键的就是菏泽宗被抹杀。无论是坛经的慧能十弟子说，还是景德传登录的43法四说，或是后来流行的五大宗讲说，真正有后嗣的乃是洪州、石头两家。为了维持这委托的法系，从达摩与慧能的禅法中提前出现了南禅宗风，成为历史陈说的重点，支撑着全部禅宗史。就这样，移花接木，举止变体，相承五光之后，马上是一花五叶，从达摩到弘忍的禅史被涂改，从东山法门到华台大会的历史全部被消解掩盖，独树一家的南禅史说终于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真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影响，真正对中国文化发生作用的，是打禅宗旗号的、成熟形态的、狭义的禅宗南禅。至禅宗四变，禅宗在生活化的方向上发展至其顶峰，灿烂夺目，圆满具足，成为当时处于顶峰状态的中国文化园地中的一支奇葩。从此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的新阶段，禅宗的演变被纳入了新的文化轨道之中。第5章宋元明清禅，禅宗不变。第1节正统化、模式化和文人化。如果说汤用同先生传《隋唐佛教史稿》时，以为研究佛教史而专说隋唐2代，特为方便之假设，说宗教发展与政治变迁不同步，时事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本章以宋元明清禅为一个单元，更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本书第4章中讲南禅时，已经涉及很多宋代禅僧，例如白云首端是宋仁宗至神宗时代的人。本来南禅至5家7宗为养宗、灵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5家加上杨岐、黄龙2宗，合称5家7宗。而大圣即是5代至宋之事，何以能于南禅之外别说宋禅？其次，宋元明清4朝历时千年，沧桑巨变，不说多少次天翻地覆、江山易主，不说2度一族入主，世道屡变，光是几十代5家法孙，此起彼伏，要讲清其师门传授、流变盛衰，也非得分门别类，一一写来，何能于1章之内统而论之？但是，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以禅宗演变的角度看，把宋元明清禅放在南禅之后，归为一类，是做一变，还是言之成理的？回顾前章所述南禅，与大唐帝国灿烂文明相映辉呼应，挥洒自如，不拘一格，特别富于创造性和进取性。而5家禅的创始人，他们大都是慧能的3、4、5传弟子，虽然是5代至宋之人，但在精神上却颇具唐风，故我们把他们归入南禅之中。而当一花五叶禅宗成为中国佛学舞台的主角，正统时，开创气象日益衰退，阶级方式日益模式化，文字障日益增重，兼之入宋以后，中国文化进入综合、成熟乃至衰败阶段，禅宗也必然地跟着滑向下坡。
所以正统化、模式化、文人化、综合化成为宋元明清四代禅宗的共同文化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们归为一类。本章之禅宗五变也抓住此中心而展开。上世纪末，当代生物学理论提出了专化概念，以概括生物发展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律规性现象。所谓专化，是指物种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会把某种因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物种特性固定下来，遗传下去，如鸵鸟在沙漠草原生活中翅的退化和腿的发达。然而该特性一旦成为遗传特征，即又反过来限制物种向其他方向发展，故专化现象既是物种形成的动力，又是物种发展的制约。本世纪中期以来，文化人类学家们普遍地接受了专化概念，宜用于文化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发展中也存在着专化现象，文化在历史环境的发展中也会获得自身的遗传特征，而一旦专化形成，该文化的多元发展可能性也就减少，甚至消失。文化人类学的专化理论，对于文化传统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僵化现象之描述和解释，无疑是深刻而有说服力的。参阅商歌令道德价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章。以此理论来观察宋元明清禅的文化特征，却是能够提纲挈领，抓住要害。阅读禅宗的登录，越是时代向后的禅师，其实的事迹、著作语录的记录，越是详尽、清楚，与早期禅师史料之零落混乱，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历代禅师身上那种特有的朝气，那种特殊的魅力，在晚期禅师身上再也感受不到。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晚期禅师们再也没有先祖们的文化环境，那些特殊的机遇入宋以后的禅师们所面临的，是朝廷严密的管理，宗门严格的规矩，层层相因的教育方式，参之又参的公案话头，怎能要求他们再具备当年先祖们的原创性？如果说禅宗祖师们借以名垂青史的是他们对禅法的发展，他们那异乎常人的气质和境界，那么宋以后的禅师能载入史册的理由，则或有不同。宋元明清的大禅师往往是与朝廷有着密切联系者，受帝王供养，敕封御赐的法师远远超过前朝。与此相关的，他们往往是名山古刹、大丛林的主持人，门下弟子到俗洞以千计。要让帝王闻名，要能领导僧团，其个人修为必有超人之处，是风时尚的缘由。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于诗文、著作等身，时不我与的关系。他们的禅法往往是对前人的注解，其重点是接引方式的模式化。当我们这样说时，绝无对四朝禅僧全然抹杀、一概贬道之意。就个人而言，宋元明清时不乏精进卓越、真见着实的大德，
但就时代风气、文化特色而言，领导宋元明清禅宗发展之主流，却如一切文化样式之唐宋对比一样，唐代开边与宋代域外，唐诗与宋诗，唐代雕塑与宋代雕塑，唐代书画与宋代书画等等。宋以后的禅宗实施更多的文人气息，或许是开国皇帝个个都胸襟开阔，兼容并蓄，宋元明清四朝元勋都对佛教取鼓励保护姿态。宋太祖因有唐末五代节度使专权跋扈的压力，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其特色便是文人治国和文化主义，鼓励宗教成为基本国策之一，佛教因之而堂皇地进入朝廷，在制度上得到保护和保证。元世祖以喇嘛教为国教，尊848、1239、1280为帝师，排拆道教，倡导佛教，其重臣刘秉忠1216、1274著3耶律楚材1190、1244著4本人就是禅师。至元9年1272，元世祖召见从伦、西安等8位禅师，询问有关禅宗的教理问题。对于皇上的垂问，禅僧们依据归封宗密的《禅圆珠全集》都序，一一予以回答。当时在座的帝师八思巴深表赞同，结果龙心大悦，下令印行《禅圆珠全集》都序，昭示天下诸古。明太祖本人即曾入皇觉4位僧，深谙佛教的重要和实弊，即位后倡三教并重，为统理佛道两教特设僧道衙门，至善事、阐教、讲经、决议左右各2员，待遇优渥，以提高僧众品质。又于各州设僧司会，监督僧侣寺院，严肃僧侣行持。清世祖顺治迁都北平，为清代第1主。他以为帝王政治，文教为先，臣子治军，经术为本，故大力振兴文教，曾开设经研，召请高僧，日夜讲经，极力鼓吹文化。从顺治15年1658起，先后召请各位禅僧入内，节制问法。清世宗雍正更是特好参禅，自称元明居士，亲自预选语录，遵循祖制，故四朝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一是提倡，二是管理。这就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佛教，特别是禅宗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宋元明清的帝王们，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一族入主，都不会像以往的三武一宗那样去灭法，而是明智的承认、管理、引导、发扬。而统治者的关注，则进一步促进了禅宗的正统化。禅宗的兴盛，招来了统治者的重视，包括有倡导和管理2个方面。有着三武一宗灭法之历史记忆的禅僧，当然更能体会政治领域内伴君如伴虎的滋味。本该在山林野寺中自由参究的沙门，硬要他们来到皇家殿堂随机说法，他们的人格必然地被扭曲，成为正统的禅宗宗风之萎靡，当然更是不奇怪的了。
宋太祖到河南开封大相国寺礼佛，引起了国主可否礼佛的议论。《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国师919-1001认为国王无需礼佛，理由是皇帝是现在佛。宋大觉怀敛1007-1090应顺宗之诏入宫，后晋起将老于陵下，六改皇都倡祖基，两会金殿奉天威，青山隐去星河的满切为将欲送归。顺治18年1661，清世祖于马上有省，即诏御灵通秀1613-1675入内侍政。帝曰：正是上古，为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正欲效之何如？灵对曰：若以是法论，皇上以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乐。若以出世法论，皇上以永做国王地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助一切大权菩萨之所住处，真可谓言理允切，用尽心机，柔媚之态跃然纸上。何处见性？何来解脱？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前朝法师应对帝王时没有此类媚语，也不能说宋以后的僧人没有在帝王面前仁持节气者。但流传下来的时人所欣赏的却是前后有别，是看慧远的《沙门不净王者论》，玄奘应唐太宗数次要他还俗之对，法藏为武则天说，华严经师子张、神秀对武则天之问以谁为主，以何为止，境界迥然不同，这就是所谓世风时尚。前述之御灵通秀是明末清初之人，与其同门师兄弟木成道稳1597-1674、背影通融1591-1660，皆为一代名僧。木成和御灵于明亡不久，即为清世祖征召入内，颇得宠幸。但也就是这几个人，表面上求事实、争法统，实际上为名利、争地位，相互攻击，不亦乐乎？同是操歌，甚至连师辈也不在话下，从以禅师相放开始，直至泼妇骂街，什么无眼狗、乱臣贼子都喊了出来。有识者莫不嗤之以鼻，是谓丑态。今人陈元先生1880-1971有《清初僧正记》，述之甚详。陈元《清初僧正记》现代佛教丛刊第15集，大成文化出版社1977年 P 193。本来僧人无数，偶出一两个败类不足为奇，但堂堂赤峰国师居然有侠传文连篇，相互攻讦，不得不叫人叹息正法灵替，末世光景。当然，上述情况毕竟少数，绝大多数僧人还是把精力放在带佛法的剑履红布上。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四朝禅师的风貌也不同于先辈祖师。就目的而言，学佛的目标是唯一的，觉证成佛，进入解脱境界，获得开悟体验。然而就是因为不同层次、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便，佛教分成各个宗派。禅宗特别强调那最终目标，
但一旦宗旨确定，这是先辈禅师的时代任务和创造性之源泉所在，其法子法孙的创造性也就表现在方便施设的标新立异之上。就此而言，曹溪门下5家7宗，历时数百年，种种机锋，真已被温习践履了无数遍。后来的禅师守成已难，遑论创新，其创造的资源就日益枯竭，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也。更为重要的是，当禅宗风行中华，成为正统，参禅求开悟解脱成为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和社会要求时，维持门风、纯洁佛法就成为首要任务。偏偏禅宗又是鱼儿饮水，冷暖自知，绝对不可说的，如何才能鉴别得到开悟者的真伪虚实呢？禅宗之所以为禅宗与成为正统的天然矛盾，促使禅宗的时代课题历史的由悟道转移到正道、悟道、个性开悟、自证自度、正道者相互接机，师徒相正。循此历史轨道，禅宗被日益模式化。本来禅宗是最讲究即兴发挥，最非模式化。但随着其僧团的成立扩大，模式化的倾向也就不可避免。最早东山法门下以作为禅和看心看境的模式倾向，遭到曹溪门下菏泽、洪州、石头诸宗的严厉批评。但曾几何时，曹溪所传的5家禅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模式化的倾向。如果说伪养宗的原相、临济宗的放呵和法眼宗以华严六相一说，三界为心，万法为实，都是模式倾向的萌芽的话，那么临济宗的4料简、4宾主、4照用、3玄、3要，云门宗的3句，曹洞宗的5位君臣，则绝对是僧团中接引学人、证明悟境的成熟模式。引人深思的是，这些模式化倾向居然成为后人阐述区别5家门风的首选内容，此中消息意味深长。发明这些模式的人，都是5家禅的开创者，他们都是些深谙禅宗之血肉骨髓的大德，何以貌之解宗徒，之大不会去立那些未了之名相。请看他们的理由：临济义玄，前廊下也喝，后驾里也喝，盲目乱喝。五灯会元卷11，临济义玄禅师。云门文也，没有3个2个狂学多闻，既持化录，到处觅相似语句，应可老宿，轻忽上流。便是史上轻盈相似，斗皆将去，3个5个，巨头商量，苦却生地。一其闻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法，问向上向下，求密解慧，转媒交涉。五灯会元卷15，云门文也禅师。为了鉴别真伪，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由此可见，并不是儿孙无出席，模式化的倾向，乃是禅宗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决定，乃是禅宗成为社会集团、成为正统之后的必然趋向。缘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南宋
北宋是五家禅盛行的时代，以后禅宗史上第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乃是看化禅和默照禅的对立。默照禅的创始人弘治正觉1091-1151系曹洞嫡传者，默照名云。默默妄言，昭昭现前默默理缘，连开梦觉默未至言，照未普应，应不堕于宫，言不摄于听。僧传说他的禅法妙器于理事圆融，偏正回护，明暗相即，既照虚灵，环中虚白，称为默照禅。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后来由天童如镜1162-1228传给永平道元1200-1253，而传到日本去的禅法只管打坐。看化禅的创始人大慧宗稿1089-1163是临济法孙，他极力攻击默照邪禅，主张全力以赴的举话头，参公案有如口中含一铁丸，翻来覆去的，但只看。一个用尽心思的只管看，一个默默无声的只管做，两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由，后来居然都形成一代宗风，绵绵不绝。故有人比之为宋学诸子、道学问与陆子、尊德性的对立，但更有人斥之为面目全非，因两者都正是前人所非议、所唾弃的，后者是站在正统的南禅立场上批评之，而前者则是站在历史发展的立场上承认之。评价者的立场角度不一，但被评价的乃是同一事实，禅宗历史的模式化了。当种种模式成为禅宗正统时，其对自身的规范制约也日益严峻，到头来，当年发明模式的目的也被忘却，模式本身成了目的，成了高明禅法的标志。禅宗自身固有的创造精神、自由气质和多元特色都必然的日渐衰退，这一点可由四朝禅师中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三观、四料简、三句等接引手段中得到说明。如果说模式化的倾向就领域而言，是限于注解前人，接引后学，关注于宗门之内的话，那么四朝禅僧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宗门之外。唐以前的禅僧往往是不管门外天翻地覆，自己生死事大，全心全意的参透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但南宋以后的禅僧则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礼拜帝王，交通王公大臣，文人学士，弘化百姓。他们的误解固不及先辈们精纯，入骨入目，但他们的影响范围之大，却远远超过前人。四朝僧人入世设事的手段、武器，全面融入社会文化的标志，结果则是文字禅的大大兴盛。模式化是正统化的要求和结果，文字禅则是文人化的集中表现，一内一外，构成了禅宗五变的全体。不立文字的禅宗本是反对著书立说的，故慧能以前的祖师传世的著作为三祖僧璨的《信心明》，五祖弘忍的《最上乘论》和六祖慧能的《坛经》，其余的包括敦煌发现的写本、
其真伪往往大有争议。然而入宋以后，如雨后春笋，禅书遍地。至今为禅者必读的教科书，如吴门关、碧岩录、古尊宿语录、学斗宋古、万松唱评，乃至各种登录、洒洒洋洋，全都成书于当时。这一事实在入藏禅典之严格中得到典型的反映。中国最早的大藏经开版于宋太祖开宝初年968，当时依据唐至申668-740所撰《开元释教录》选刻入藏禅宗典籍，未见一册。到继而刻印的崇宁藏，宋徽宗崇宁3年即公元1104年，出现了6部禅书：黄檗传心法要、宗镜录、大会语录、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天圣续灯录。对于入藏禅典何以甚少，学者有种种解释。但从开宝、崇宁2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宋禅师撰述风气的变化。首先，大藏经是钦定官刻的传世经典，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而为之，当然是搜罗全面，巨细无漏，故开宝藏中不见禅书，乃是唐前禅师布施著述的强证。其次，中国人之上古乃是融入血脉神魂的传统，故历代翻刻大藏经，规模基本沿袭新采入藏的经典，需奉旨核准方可。但崇宁藏中一下子出现了6部禅书，并且全非古德所着，由此可见当时禅书出现的汹涌之势。无潮流冲击，此举不可设想。事实上，这6部书却是一先兆，是文字禅大行于世之冰山的一角。请看用心收罗禅书的续藏经，香港续藏经影印会印，足21巨册，400余种，占了全部续藏经138册的1/6，若4朝文字禅的发达，可想而知。部立文字的禅宗要成为宗派流传下来，非得依靠文字不可，不可说，非说不可。南禅由此获得启发，充分利用日常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含混性，主观任意地不合生活逻辑和一般语言规范的使用语法，他们自称正语言本性。坛经复法品。禅宗能勘破语言文字的符号意义，进而器物心性本意，是非常了不起的，超越时代的。对语言文字符号意义的研究，乃是当代最新学科符号学的内容。但一旦他们面对社会、面对历史，却还是得依靠符号，还得尊重生活和语言的逻辑规范。为了避免人格的分裂，他们只好对部立文字重新解释。他们在理论上正确指出，所谓部立文字，不是不用语言文字，而是不要以指为乐，以语言文字为般若佛性。但在实践中，部立文字乃是禅宗得以树立的根本基础，此门一开，无疑釜底抽薪，整幢大厦都被动摇。你的文字可以叫人发慧开悟，那么佛说文字当然不在话下。于是经律论的地位逻辑必然要恢复。
结果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佛行，当年被先祖们推倒的一切全部要重新恢复，祖师们拈出的命题全部要重新讨论。前述默照禅与看化禅的对立，就伴随着寂照无畏与大机大用的辩论。但令人吃惊的是，四朝禅师居然敢翻坛经的案，他们对定慧别和定慧同、自性清净和见性都一一重新讨论，批评陈说。晚明四大师中的莲池柱弘1535-1615公开指责坛经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之师道。子伯真可1542-1603则高唱文字禅直成如来拈花，选指其十门文字禅序云：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故得山林际，傍喝交池，未尝非文字也。清凉天台，书经造论，未尝非禅也。而曰文字与禅有二乎哉？逮于晚境，更相效而更相非，言于水火矣。宋季因尊者忧之，因名其所者曰文字禅。此一枝花，自瞿昙拈后，数千余年植在粪扫堆头，而既因在一拈寺，即令留步，疏引撩人，暗香拂鼻，其谁未破言者？内容是闻所未闻，文字是美不胜收，诚是一代风流。在这一点上，四朝禅僧却是颇具革命性，反映了文字禅的兴起是有其强烈的时代要求和深广的历史意义，有理论有实践，却具禅门主流的必备条件和气概。文字禅的产生和盛行，即以四朝禅宗文人化为前提，又是四朝禅宗文人化的动力和最突出表现。唐以前的禅师是以直指人心的气概，本来无一物的彻底和喝佛骂祖的锋利而震动人心，而宋以后的禅师则以富态机巧的文采而引人入胜。宋仁宗遣中使问曰：才去束缚，人力难当，按此事一字谜，谜底为佛字。诗即以宋回敬曰：有节非干竹，即三星掩月宫，星一人居日下，是福与界人同，佛地览大乐。续登录卷5，明州玉王山怀莲大觉禅师。宋孝宗问：这东明山太白玉矾之外，以何为圣光宝福护圣国清万年帝月？侍臣叹谓明对。曾普信中国禅祖师禅，华光书局1967年批288。唐人说自己的悟境直截了当，一尘不染。有名的见山见水之说，虽出于宋僧清源维信之口，但堪称唐风典型。老僧30年前为参禅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及至后来亲见之事，有各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的个体歇处，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武登会元卷17
清源维信禅师。同样的悟境，到了苏东坡1056-1101的笔下，山水成画，仪态万方，美不可言。请看坡仙的三种境界。横看为岭侧位峰，远近高低无异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的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起飞清净声。夜来84000骑，他日如何举世人？说是东坡居士听东林长聪1025-1091说法而悟，实际上真正在精神上领导四朝禅风的，恰恰是文人而不是僧侣。面向社会，面向众生，意境深邃、优美动人的文字禅，却是远胜于玄虚神秘的祖师禅。禅宗对中国文化在文学、哲学、理论、道德、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等众多领域的影响，绝不能如此深广。在这一点上，四朝禅僧的成就是绝不可抹杀的。第二节百川归海。所谓模式化、文人化，乃是对禅宗之内在矛盾在宋以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展开的静态描述。如果把注意力放在禅宗怎样为四朝的文化潮流所带动推进之上，那么禅宗五变的动态特征就是综合化、三教合一、教禅合一、禅净合一。江河滚滚，百川归海，禅宗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血肉皮骨，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神魂之中。鼓吹儒道佛三教合一，不论僧俗，自佛教传入中国起就有，历代史书和僧传佛书中录之甚详。但真正实现三教合一的，却要到宋明以后。故说三教合一的文化历史潮流，不是以几个僧人名士的话可以证明的，而是要从世风时尚来看。统治者的明智、成熟和相应的政治施设，给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提供了政治体制上的保证。回顾历史，帝王废佛，在思想上或是持以下之分的传统观念，好儒道而斥佛，或是把国祚不久的原因归咎于佛教，或是把僧人聚众而居士作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行为上则是随心所欲，凭一时之喜怒随便废除固有的制度，另行一套极端的政策，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的幼稚和糊涂。他们根本看不到宗教对人民的协调教化作用。参阅拙著《宗教协调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宋明以来，统治者的成熟，反映为绝大多数帝王都正式承认宗教的正面作用和僧职，故调和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政治基调。表现在制度上，唐代已经成熟的僧家管理制度被继承而恒定，因帝王一己之喜怒而随意废制改制的情形，再也没出现过。当然，帝王的观念和政策，对宗教运动而言，还是外在的支撑。儒道佛三教合一之运动内容，还是表示在意识形态运动之本身。
百姓的日常习俗、生活风气是不自觉的、低级浅显的，然而却是最生动、最富于表现力的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的三教合一，具明显的功用色彩。中国的老百姓往往是堂前孔子、屋内观音、左如来、右老君、进关公、接财神、信龙王、供土地菩萨与祖先祈想，鬼怪和神仙共祭。入学念书，上京赶考时则拜孔子，求子求福拜观音，发财有财神，下雨归龙王。信仰宗教，祈求神灵，与其说是向往天国、记忆来世，不如说是为了当下现实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功利。故在这个层面上的三教合一，如道是三教的作用隐隐约约地被做了划分，如更偏向于国家政教、科举功名，道更偏向于健康长寿、驱邪捉鬼，佛更倾向于洗涤心灵、来世福祉。在如此浓重的功利气氛中，禅宗因其特殊的宗旨，它的意义也就独特地被安置在道德境界和生活信条的地位之上。禅的意境往往成为人们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调节和自我安慰。这一点在明清的野史笔记、话本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整套三言两拍的主题就在于此。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劝世名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鉴于篇幅，我们只引一首小诗，就足以显3000大千世界于一围城之中了。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未到，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是一首意境清醒的白描诗，又是一个寓意深远的禅偈。然而出现在小说中，它已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了。作为佛门主流，禅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最集中体现，乃是禅宗被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摄入宋明理学之中。宋明理学是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家族观念和神知观念的统一，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统一，是中国文化的综合和成熟，是封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代表。宋明理学对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包含兼容，实是宋明时代世道如三教合流，融融成为中国文化之主体之历史过程的反应。历史的发展有时非常有趣，唐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他的弟子李敖却亲近禅门，曾参药山为典有契，其名著《复信书》3篇，开宋儒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之分的先河，系宋明理学之思想先驱。至宋邵雍、周敦颐倡无极而太极，分别画先天卦位图和太极图，明显受禅宗曹洞宗、五味君臣图、为养宗元香和临济宗、四宾主的影响，是宋明理学之理论形态的先驱。理学主流二程朱熹都以非佛为己任，往往以纠禅客为指责他人之词，
然而他们用理义分殊、月应万川来沟通现象和本体，其语言和方法都来自佛教华严宗和禅宗。宋儒中影响最大的天理人欲之辩和慎独、居静的修养方法，全部是接着隋唐佛学的主题讲的，更是禅宗的看家本领。至于陆王心学，形似而神气，那就更难与禅宗区分开来，此均为学界公论，兹不赘述。历史的必然，那怕程朱理学为经一张载的西宁登峰造极，因其有功于圣门而配享孔庙，陆王之学居然与之对立而毫不逊色。陆王心学与禅宗一脉相承，至明末阳明学大行于世，直至流传日本。三教合一的历史潮流，兹可知矣；禅宗五变之动态大势，兹可观矣。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以文字禅的盛行为回归之道，佛教自身内部的综合化运动也热火朝天。首先是佛教和禅宗史传中的三教合一意识，从来佛家史说自身独立意识非常强烈，叙述佛教的渊源、佛法的传播，一线单传，分头并弘，严斥外教外道。然而宋明以来的佛家史说出现了明显的企图捏合印度佛教与中国历史的意图和倾向。翻阅大藏经这本以大正藏为例史传部，所有的佛家史说在体例和内容上有着相当一致的独家风味，但唯独第49卷的三部巨著《佛祖统记》《宋智盘传》《佛祖历代通载》原面长1282，即世事击鼓略，名绝岸边，出现了全新的指导思想和传述意图。有趣的是，这三部书的作者正好是宋元明三朝，其儒佛一致、三教合一的倾向，也一代胜似一代，恰似历史前进所留下的一个个脚印。成书于宋咸淳5年1269的《佛祖统记》系天台家语，但其内容是包罗万有，足以涵盖一代佛法，观其通例，至本纪、列传、表记，赫然正史题材，或有意与太史公媲美。看其引文，则由大藏经典、天台教文、是门诸书而诸儒而道门博正旁引，眼界开阔，至盘在序言中，开首就是伏羲称皇文物大名，与世尊出世天竺两大源头并叙，继而批评前人著述。良主之者正统，虽粗立体法，而译成文藏，晋安之传宗源，但立文传，而是漏文书。而他则依放史法，用编年法起周昭王治我本朝，如是道之立法，禅教律之开宗，统而会之，如佛相对，似双轨并行。念长集佛祖历代通载，于至元年间，松江蛇山昭庆寺主持比丘决案为其作序，一上来就以大成至圣春秋作而贼乱句，为禅家著述辩护。其体例就干脆全部以中国王朝的帝禅为编目，比之佛祖统计又进了一步。道世事击鼓录成书于元末明初，书首即是中国历史和佛教历史两张年表，
而全书的内容是按时间顺序，中国和佛教的历史混合叙述。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其体例，唯余列朝兴废盛衰，绝无关于世事者，亦复分条摘列，参杂成文，未免伤于之坠。时事不安世风，不明潮流。历史著作以往事的追溯为内容，但其立场观点从来就是当时世道的反映，故上述三书从体例而内容，从儒佛对应而儒佛混合，正是宋元明三朝佛教向儒家靠拢的历史过程的反映。其次是禅宗教旨上教禅合一的主张，从表面上看，达摩以前的教禅合一，到禅宗成立的教禅相分，是进步，是革命，则四朝时代的教禅合一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致使学者持此论者甚众。实际上，四朝之教禅合一，乃是禅宗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继续发展。此时的禅宗是以佛心、佛门正统的身份回到佛教之中，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佛行，语出偶义秩序。它的地位影响绝非以往可比。有名言受之判教，说相空性三学，相宗说是，空宗说非，性宗论直指，说见性成佛。但若有目，性宗无足，相宗、空宗不能到清凉池，得时，性宗忘泉，相宗、空宗不能到自在之境，实是相当传神地说明了禅宗在宋明以后教禅合一之历史潮流中的地位和影响。性宗与相宗之比较，是目与足、权与实的关系，主客分明，轻重立立。教禅合一的历史要求，早在禅宗成为正统、门派分成的时代已经提出。因为当每一派禅宗都说自己是正法眼藏时，势必要求一个评判标准，而这一标准只能是外在于禅宗的，只能是回过头来重新请回经典的权威。唐圭峰宗密的传世之作《禅圆珠全集都序》，即因此时代要求而为教禅合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宗密大师因教禅相傍，门派林立而集巨著禅藏，判译成佛教为教三种，密译依性说相教，密译破相显相教，显示真心及性教，禅三种，其望修心宗、泯觉无记宗、只显心性宗，合会教禅，各收其长。其禅藏以义性其序尚存，得以窥见圭峰之立意。有学者怀疑禅藏本无冉云华先生考之甚详，参阅染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论集》东出智慧海丛刊18。大师序中开宗明义。元夫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各相服气。经讲者篇章渐异，禅者篇波顿宗，禅讲相逢，胡越之隔。更有甚者，顿渐门下相见如仇仇，南北宗中相敌为楚汉，南能北秀，水火之嫌，合则洪州，参商之系，时不懂，局之则皆非，会之则皆是，必须合会，方能一代善巧，具成要妙法门，
各立其情，同归至海。归封此说的依据和实质，即在于寻找评判和会的标准。他的结论：神墨非巧，工巧者必以神墨为凭；经论非禅，传禅者必以经论为准。西域诸贤圣所解法义，皆以三量为定：一比量，二现量，三佛言量。量者，如度量生斗量物之定也。比量者，以因由譬喻比度也，如远见烟必之有火，虽不见火亦非虚妄。现量者，亲自现见，不假推度，自然定也。佛言量者，以诸经未定也，堪弃虚同者。若单凭佛语不自比度正悟自心者，只是泛性，于己未益；若但取现量自见未定，不堪佛语，焉知邪正？禅宗以多有比现二量，经更以经论应之，则三量备矣。禅源诸全集都序卷一。在肯定禅师们的亲知亲证的同时，强调了佛经之真理标准意义，看似折中，但其寻找适合于全部佛教的统一的权威和标准之自觉性，溢于言表。密宗身为菏泽后裔，兼修华严，他在禅宗声势如日中天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推圆佛道，这是他的着实过人之处，也是他的历史贡献所在。入宋以后，语文字禅的兴盛流行互为表里，禅与华严、禅与天台等宗的交往日益密切，不但往往一僧同修教禅，而且楞伽、华严、圆觉、首楞严、金刚诸经复为禅僧必读之经。循此时势，归封宗密的主张就逐渐落实，成为大众接受的思想。这一点，从至元9年1272，元世祖协帝师八思巴召见禅僧，询问禅法，被召的8位大德不约而同地依照禅源诸全集都序来回答皇帝的垂问，而八思巴欣然首肯一试中，即能得到强烈的感受。最后是禅宗渐履修行上的禅净合一实况。严格的说，三教合一是当时中国文化总体的趋向，教禅合一是当时中国佛教界整体的趋向。本节所论，仅是禅宗对上述趋势的回应，而作为四朝时期禅宗自身的趋向，历史潮流在禅宗身上的最后落实，则是禅净合一。禅净之渊源可谓深矣。它们本是同根生，都是从广义的禅定中发展出来的。中国净土宗初祖谭鸾476542，系禅宗三祖僧璨的同时人，他与四祖道信，一先一后，一唱念佛三昧，一唱一行三昧，在历史的长河中同源一流，形神相契。更为重要的是，净土入华，如同禅宗一样，也经历了较大的演变，走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一般至佛教史者说净土宗史，大都就流派而言，净土分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因慧远在庐山曾请觉贤翻译禅经，故两派都托名慧远为祖师。前者说远公上升兜率，后者说远公与18高贤力联摄，立誓共其往生西方。
这些净土两派在中国彼此消长的情况，与其中国化的关系不大。但就层次而言，净土念佛的演化及其向净土崇拜的蜕变，则其中国化的风格是独特而深刻的。净土初祖谭鸾唱念佛三昧，分人为上中下三等，上中之人，须一心专念无量寿佛，中闻佛经中念字本有三义：一禅定意念，二时间之念，即念念生灭，三口唱之念。据谭鸾往生论著之解，此中云念者，不取此时节也。但言意念阿弥陀佛，若总相，若别相，随所观缘，心无他想，十念相续，名为十念。很清楚，是意念之念，而非口唱之念。即使鸠摩罗什所译之《阿弥陀经》说直持名号，亦是指持念而非口唱佛名。但谭鸾又另说下等人则须口唱佛号，即可往生西天。又以同治、三五共结言要、垂命终时，叠香开晓，谓称阿弥陀佛，此时诵佛名，见大阿弥陀经，愿生安乐，始成10年也。那怕是九孤狗徒，毕生无缘于佛道，只要临终悔过，口念佛号，也能往生。此门一开，其意义不可估量，净土宗因此而获得其普及于民众的最佳媒介载体，净土法门成为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信仰。观想念佛的法门也迅速地为口唱佛号的潮流所淹没，中国人接受佛教，自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至下层平民百姓，其动机也相应地分为3个：一为玄理之契合，二为文字之因缘，三为生死之恐惧。相比较而言，第3点最低级，但却最普遍，涵盖面最大。而于此动机最好的回应便是口唱佛号的净土法门。等而下之，净土念佛也就普及为净土崇拜。慧能大师于《坛经》中所非议的，正是这种造塔立像、为父母等发愿往生乐土的净土崇拜。同属禅定，同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同样是面向大众、面向生活，禅宗玄虚深刻而动人，净土现实朴直而易行。无论是高僧大德之见信成佛间观想念佛，还是乡村老妪之默默坐禅间往生西方，两者都能相辅相成，共同普及，共同提高。故禅净合一，风流天下，成为4朝佛法的主流。使传达摩门下牛头4祖法持常系净土念佛，发愿往生西，弘忍弟子宣实曾设南山念佛禅。然真正有理有行的皈依净门者，乃是6祖曹溪传下之有名延寿。他主张唯心净土，唯心净土，心外无法，直托莲台，行迹安养。然而怎样才能做到托直莲台，即行于安养？他说：心厌之情，备于平等之理。往生之法，如说反于心外无别法。其实不然，此土观浅近强之深，不容易修。
所以往生佛国是由圣缘而成就忍力，达到菩提。所以他的四料简直截了当，大身几乎禅净合一。一有禅无净土，时人久错路，因境若现前，瞥耳随他去。二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三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步，现世为人师，当来做佛祖。四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护。宋高僧传卷18有名言受传。因此主张吴越忠义王特别为他于有名寺内设西方香严殿，大弘净土合一之风。从此以后，宋民间禅宗巨匠几乎全部都是禅净双修的名家。佛日契松，笃信观音，每夜顶戴其像，念圣号而入寝。常如宗仪80岁结社劝人念佛。他说，念佛刚开口，华持以众莲，信心如不退，决定礼经先。又说，日想心存旺盛疑，只需念念不生疑。他年净土花来处，即取娑婆念时。云之辞诀，念佛不爱参禅，参禅不爱念佛。法虽二门，理同一致。上智之人，凡所蕴谓，不着二谛；下智之人，各立一边，故不和，多起纷争。故参禅人破念佛，念佛人破参禅，皆因执时谤权，执权谤时，二皆道果未成。地狱先变是故念佛参禅，各求宗旨。西山虽异，云岳是同，可谓处处绿杨看戏马，家家门首透长安。莲池柱红，无但知念佛，无他术也。其林中遗言，大众老实念佛。山德清专心念佛，一夜梦见空中出现弥陀圣像。曾说，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何必远弃10万亿土？君引自曾普信编，中国禅祖师禅，华光书局，1967年。入清以后，国势日弱，文化日衰，终于到了有尽无禅，使者讥之为念佛宗的地步。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否极泰来，真夏起源。随着时代进入20世纪，禅宗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及时应变而在当代又重现异彩。第6章当代禅宗6变。第1节，东方红，太阳升，上帝死了。就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选择，印度佛法中国化的主题而言，本书即该完结。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了又一次更深广的文化选择，禅宗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重新显示出耀眼的光芒。故禅宗6变成为本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新的历史篇章的重新开始，是一个没有结束的结束。从地球变为美丽的蔚蓝色，生命之光闪烁的那一天起，从上帝说要有光，
开始创造整个世界的那一周起，从盘古开天的三皇五帝赐福人民的那个时代起，在人类所能保持的记忆中，宗教似乎是与人类俱生的。万千年来，宗教是一个独立的神圣帝国，虽然时时有人出来怀疑、非难宗教的神圣性、真实性或真理性，虽然古老的中国文明以实践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宗教达数千年之久，但宗教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本质上讲，从没受到过威胁。然而，这种稳定到19世纪中发生了动摇。经历史风云的汇聚酝酿，时代终于发出了挑战：宗教存在的本身有无必要？人类能否没有宗教而生活？宗教是否会成为人类进步的障碍？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日益发达，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和自觉也日益深入，人们的宗教观也日益成熟完善，但是同样的，对宗教的怀疑和否定，也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日益深刻、根本。当历史进入当代，这一次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成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进入当代以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不约而同地面临着一次相应的自身改革，来回应时代的询问。在东方，这简直是一灾难。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相结合后，所有的宗教都处在必然灭亡的被告席上。作为一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其思想渊源是直承费尔巴哈 L.A. Feuerbach 1804-1872的宗教异化理论。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异化，依赖和恐惧是宗教产生的心理因素，需要是导向宗教的条件，抽象和想象能力是宗教产生的途径。接过费尔巴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它置于自己的社会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必然的共同模式，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异化现象的消灭。那么，宗教存在仅仅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将不为人类所必须，到共产主义社会，完全自由的人类根本无需宗教。这样，宗教异化成了同义词，宗教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成了必然伴生物，要推翻旧世界，就必须打倒宗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得非常清楚，他的宗教批判的目的就在于社会批判，一切社会批判的前提、基础即在于宗教批判。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有它的理由、必然性和历史意义。然而不幸的是，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宰，实现为政策和制度时，它又一次被扭曲和简单化。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成为新中国妇孺皆知的名言。宗教等于迷信，宗教等于落后，
宗教等于反动，宗教徒是傻子遇到骗子，不是被骗就是骗人，必然的爆发了从大跃进到文革10年的消灭宗教运动。东方红，太阳升，灿烂的阳光下，一切牛鬼蛇神、魑魅魍魉都没有容身之地。宗教的灵魂被驱逐和扼杀，剩下的和尚道士、寺院庙宇、黄册经卷、法器仪式全成了文化遗产，成了旅游资源、赚钱的工具。西方的挑战没有东方那样粗暴、残酷，但却要全面、深刻得多。这与西方社会悠久的宗教传统、全民的宗教意识以及当代文明首先在西方发达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社会中对宗教威胁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但与科学的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现代科技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几乎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相信科学就是真理，科学是一切价值观念的真善美的根本基础和标准的思想也就流行起来。其最粗糙、最肤浅，然而最有影响的表现，便是科学主义，以科学的方式来要求一切，凡是不能用定理推断、实验证明和重复操作的，都是谬误，都要消灭和会消亡。由此推知，宗教则是他们首要排斥的对象。在科学主义者看来，宗教至今存在的原因，只是因为科学尚未深入人心，一旦所有的人都接受科学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宗教就自然消亡。对科学主义者而言，宗教的存在与宗教的性质无关，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精神分析学不直接否定宗教，但却在心理学上给宗教以某种解释，最终导致对宗教的否定。独特的角度和从心理、精神等方面的阐述论证，有意无意地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或者说宗教是人类共同的儿童期神经症。弗洛伊德 （1856-1939） 或者说宗教来源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一集体无意识超越了个体意识，便是宗教和神话。荣格 （CJU 1875-1961）。而有人更是在大量临床记录的基础上证明，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方式有时与宗教仪式惊人的相似。弗洛姆 from 1900-1980，无论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主观上怎样的解释他们的理论，在客观上，上述理论总是把宗教解释为人类心理和精神的幼稚和病态，而精神分析治疗法对此是有效的，宗教是可以纠正和消除的。对宗教最深刻的否定来自于虚无主义，其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上帝是一个神圣的谎言。他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那样说上帝不存在，而是说上帝死了，这意味着上帝曾经存在，但现在死了。尼采对宗教的否定，取超越宗教的方式。
他问道：上帝从何而来？答案是宗教乃源于一种人类自我保存本能，权力意志。上帝是权力意志，为维护人的生命而在这世界的虚无深处虚构出来的。人们把这虚无的上帝当作真的上帝来信仰，整个人类借此而获得安身立命的支撑，故上帝是一种自欺，但却曾经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如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权力意志被发现了，在信仰上帝就是愚昧而无意义的了。尼采对上帝的否定全然不同于以往各种思想，是从本质上对上帝的否定，其对上帝超越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当代气息。故尼采以后西方流行的思想，他们的宗教观念无不受到尼采或多或少的影响，因为尼采的思想方法给非宗教化的宗教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路子。例如当代西方流行的宗教无神现象即是一种典型，许多人不加入教会，不受洗，不礼拜，却信仰耶稣，阅读圣经，按圣经的教导生活。更多的人则是在为传统宗教所否认的行为和仪式中获得信仰和宗教体验其本质，即是按自己的理解来重新解释上帝，体验宗教。综合起来，当代世界对宗教来说简直成了一个炼狱。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无数的否定组成了对宗教的全面讨伐。正如日本学者阿部正雄先生所说，宗教遭到了这样的挑战，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除非宗教能迎接挑战，否则它会变成一种僵化的、组织化的专业，并最后失去其活力。近代人必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同这些反宗教观点抗争。各宗教团体自身也要对这些挑战做出明确的反应。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当代学术思潮一丛，上海译文出版社 P 276。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教向何处去？从结构层次上说，任何宗教可分为上位文化层次雅文化和下位文化层次俗文化。同一宗教的亚文化层次往往更哲学化、伦理化、美学化，它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对宇宙本体和人生本体的发问及追究，它代表着具体宗教的本质和主流，决定该宗教的成熟程度、发展方向和历史地位。同一宗教的俗文化层次则往往倾向于仪式化、功利化、偶像化，它更多地体现人和人、人和自然之关系不自由、异化的一面。由此而言，在以理性和人道主义为旗帜的当代，宗教要生存和发展，当然是要首先依靠其亚文化层次的发达演变来回应时代。从自觉性上说，历史上宗教的成熟自觉，经历了一个排斥他神到排斥非神的过程。对他神的排斥乃是对其他宗教的拒斥，然而真正的宗教，其意义在于拯救人类于苦难之中，
故他必然把自己的重心落在那与罪恶的彼岸世界相对立的无限美好的彼岸世界之上，必然要建立一个与世俗社会相对立的神圣社会。成熟的宗教不约而同地自觉地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在对世俗社会的否定中体现宗教世界的神圣，表现对神圣世界的追求和执着。其集中的表现，乃是宗教对世俗社会的支柱，世俗社会之价值评判系统的基础和核心，经济的、政治的、功利原则表示蔑视、不公和唾弃。凡是成熟的宗教，都以超经济、超政治的非功利主义为自身的特色，以此表现自己对非神的拒斥。所以，神是超越一切政治、经济的权利的，神以爱、仁慈创造世界，拯救人类。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是人类的肉欲为罪恶之源，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因缘和合可谓殊途同归，都以克服人类的欲望和由此而来的功利主义为本宗的修行目标及戒律。所以凡是成熟的宗教都以宣扬宗教道德为旗帜，行善、布施、爱成为宗教生活信条和行为规范的共同模式。然而，以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当代目光来衡量之，神与非神、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的一致性，远比他们之间的对立更重要、更有意义。当代所有非难宗教的理论，实际上都是抓住了宗教的彼岸性予以攻击。事实上，神圣世界不应是纯粹彼岸的，它应同时包含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故当代宗教的发展，必须要超越传统的非神特质，走向人类，走向生活。时代有此要求，宗教做出了回应。各种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而首当其冲的，乃是已经在理性化、生活化的道路上演进了1000年之久的禅宗。第2节，世界禅者，灵悟大拙。禅宗6变的历史背景，不但要如同上节那样的从宗教角色看，而且还要从东西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同以往的5变有所不同，6变发生在地球日益变小的当代世界，发达的科技、交通手段几乎无孔不入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几乎所有自然的和人文的文化隔离机制，除了政治和习俗，使得东西方共同接受的文化样式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时，近代以来东方一直落后挨打，遭受剥削，造成了一种浓重的文化危机感，面向西方，从器物制度、人文心理全方位地寻找出路，成为一种历史潮流。而西方则因科技和商品经济的过分发达，导致了各种异化状态，特别是2次大战反复提醒人们，人类已成为自己制造物、机器、战争、分工等的附属物，重新认识人类自己，寻找失落的家园，成为当代西方觉悟的象征。其主流则是面向东方，以其从古老的东方文化宝库中获得精神资源。
这就使得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改造、相互选择、相互吸收成为必要。故一面是当代世界对宗教的挑战，这是压力和动力；一面是当代世界对东西文化交融的要求，这是温床和熔炉。在此双重背景下，禅宗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当代禅应运而生。然而，当代禅并没有在它的故乡中国产生，而是在麒麟邦、日本起步。如同当年印度高僧西域沙门源源不断地把佛教输往中国一样，禅宗走向世界的首要条件，便是需要精通中西语言，熟谙东西文化的大德。而这样人物的产生，除了以信奉佛教的社会风气为基础外，又需要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充分的西化。可惜，近代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而日本恰恰具备这些条件。当代禅产生在日本，而不是产生在中国，由日本而走向世界，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唐宋年间，中日佛学的交流达到顶峰，两国高僧的往返如过江之鲫。作为中日佛教的主流，禅宗当然也成为日本佛教的大宗，其显者名安荣溪1141-1215，承虚安怀场之法脉，开日本临济宗，西玄道元1200-1253，承天童如镜之衣钵，开日本曹洞宗。这些中日禅宗交通史事，述者慎重，本书不拟重复。我们所注目的是，中国禅宗到日本后，因缘和会，居然深深地融入到日本人的生活之中，成为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之主流。可资比较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儒为主，辅以士道、俳句、美术、书法、花道、茶道、剑道、能、柔道无不深深地浸透着禅意。然而正是同一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敞开国门，西方近现代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进入日本，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化的步伐和国民的现代意识。天时地利，禅就以日本为跳板，开始了它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程。时代提出了要求，时代又提供了条件，天降大任于斯人，担任此历史使命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世界禅者铃木大拙。纵观铃木大拙一生，可以这样形容，他的两只脚分别踩在东、日本、中国、西、美、英文化的两条巨流中，东西文化在他的人生路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870年，铃木大拙出生于日本石川金泽市的一个佛教传统的家庭，父母都是临济宗徒。然而，当时西方基督教势力也已渗入日本，据铃木自己回忆，他曾有意信奉基督教，于是他问，为什么上帝创造世界？据说，教士的回答成为我变成基督徒的障碍。铃木大拙早年回忆，载于 Zen Life。Daisy Suzuki remembered Masao Abony when Third Hill P4 原文系英文。1891年，21岁的铃木大拙应同学西田几多郎
1870-1948之券，去东京帝国大学为特殊生，同年去圆觉寺访经北洪川，1807-1893开始热衷参禅。一年，洪川氏继续从事宗演，1858-1919参禅，整整4年用功，终于开悟。我看见了，就是这。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到我的寮房去，看见那月光下的树叶，像我一样，通体透明。铃木大拙早年回忆，同上 Zen Life P9。需要指出的有2点，首先，铃木的恩师是宗演其人，俊敏而应性。他很早就头角峥嵘，具备获得成为主持僧的资格，但他居然力排众议，特别是其恩师经北洪川的批评，去庆应艺术、庆应大学前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他的目光显然高人一筹。今野万般日进月步，待与昔日不同。不可徒手救猪，应求新知识为现代纳僧。铃木大拙早年回忆，同上 Zen Life P9。有其师而有其徒，铃木大拙的学术道路与世宗演的影响密不可分。其次，从19岁起，铃木大拙的职业就是英语教师。这一点虽非根本，但对铃木的一生事业意义深远。1893年，铃木大拙随世宗演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大会，第一次离开日本本土，踏上了美洲大陆。从此以后，他奔波于世界各地，开始了漫长的世界公民生涯。他一手把大量的英文著作翻成日文，如他多次应 Swedenborg Society 之邀赴欧洲，就先后翻译了数本神学著作为日文，一手把许多重要的中文经典译成英文，如《道德经》、《大乘起信论》、《楞伽经》等。然而奠定他世界声誉的是他那等身的著作，95岁的一生，写了90本日文书和30余本英文书，和无数精彩的演讲。上面外在地描述了铃木大拙一生著作的概况，但如果要论述铃木禅学怎样体现了世界文化对佛教的新的选择，在何意义上可称之为禅宗6变，那还有必要深入到内部去了解一下铃木禅学的具体内容。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因为铃木大拙先生的思想是如此的丰富深刻，汉浩如大海，我们之所能做，仅是任凭弱水3000，我自取一瓢饮，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入手，阐述自己的理解，挂一漏万，那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下面所引是拙著《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中的相关内容。20世纪的禅宗处于一种由中世纪的教条的与保守的精神到进步的启蒙的与自由主义精神的过渡阶段，铃木大拙而实现这种革新，清洗古代禅宗中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的成分，予以全新的解释的，首推铃木大拙先生。这儿的解说，严格的说只是部分转述，经过笔者理解消化的解说，或许能在部分要点上触及铃木禅观。
笔者特意点明这些，一是表示不敢略美，二是想声明既非全面的引证，那么有所侧重，有所发挥，也不是故意歪曲。铃木大拙先生认为，禅是中国智慧的最高结晶。佛祖在尼连河畔菩提树下所开悟的体验，就是禅宗即以区别于一切教家诸宗的特质所系禅体验。禅体又称般若直观、神、佛、菩萨、大善知识、慧、涅槃、得正果，都是般若直观之获得的表意，是对生活和世界是什么、为什么的把握，是最大限度的统一，是超越一切的实在真理，是绝对的、最深沉的悟如。就此而言，佛教哲学是一种关于自我本源与自我同一的般若之智。世界上有两种知识，一类是关于真如的知识，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有与无、是与非、时间、空间等一系列对立的基础上的可知的知识，佛法称之为分别识。这种分别识是人类通过语言文字、思维概念、分折综合等智性方式获得和传递的。另一类是从真如本身出发的知识，这没有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没有有无、是非、时空的对立，这种知识是不可知的知识，它只能是存在自身，只能由人类通过对悟如的体验而获得，这就是禅体验，就是般若直观。所以，一切属于二元层面的事物，都留给道德、哲学、宗教、政治、科学等智性行为去解决，运用分别识，而一切现象之底层的一元层面的悟如，则是禅的目标，运用般若之智。分别识按分别原理，使每个个体与其他个体不相联系，成为无常，从而受制于因果业报律。般若按统觉原理，以一个统一的观点观察一切法，从而为分别识的活动提供了基础。在日常生活中，分别、概念、语言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值得信赖的，但当你想获得真如识、概念、语言分则只能起隔离作用，因为它们只是事实的符号、象征、代表，而非事实本身。眼处不能看到他自己，想要看到自己，需要镜子，但他从镜子里所见的还不是他自己，仅仅是自己的影子。人们可以设计一些方法来认识自身，但这些认识最终只能是概念性的分别的假定出来的。人们习惯了把指月的手指当作月亮本身，人们常常忘了事实是不能分析抽象的，一经分折抽象，就不再是事实本身了。为了追求世界的真谛，哲学家诉诸理性，宗教家诉诸信仰，但理性和信仰仍是分别的、第二性的假象。禅宗要求排除分别识的干扰，直接抓住这就是般若。般若直观不是去讨论、证明或解释，而是要求把事实按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因此，般若之智不是站在事实外面，而一定要进入事实之中。这时，开悟的禅师与悟如
是直接统一，没有任何间隔，包括质性的、分别的认识手段，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间隔，那才是真正的直接。般若直观是整体对自身的自我认识。从认识论说，般若即实在；从形而上学说，般若即空；从心理学说，般若即禅体验。般若的特点在于直接，不做思考，不允许中间命题，不允许逻辑推理，不允许概念。般若是一种纯粹的行为体验。它不是衍生的，而是原来的；不是推理的、间接性的，而是直接的；当下的，不是分折的，而是自然的；不是识别的、记号性的，而是本然全体的；不是有意表现的，而是自然流露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逐步的、有目的的，而是事实如是的；最终的，不是永恒的前进或后退，而是无限的包容。最重要的，它有无上的权威，使人的心灵产生最高的安慰和德性。般若不是一种三昧状态，而是活动本身，故方法对它不适用。任何事物、任何状态都可以表达般若自身，证明其自身的存在，因而般若就是它自己的方法。所以，禅的生命就是去生活，而不是跳到生活外面去观察生命。生活是绝对的现在进行，而文字、概念、哲学、科学、信仰、真理一切分别时，都是事后的，是对生活的摹写，而非生活本身。因此，禅不同于教家诸宗，它无所谓逃避，无所谓拯救，它的解脱就是生活，返璞归真。当你真正懂得了生活，你也就获得般若之智，体验到生活和世界的秘密。拙著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 P88。经过如此内外描述，我们可以对铃木禅学的特质和意义做正面的论述了。从进入看，禅是由东方介绍到西方，是把古老的东方文化西化，但就主题而言，禅却是世界性的。1900年，当铃木大拙撰写他的第一本英语禅书《大乘佛法概要》时，1907年出版，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名著《梦的解析》。他们两人互不知道，但却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批评西方现代文化理性至上的立场和方法。弗洛伊德的进入是心理学的，他的原则是把无意识带进意识，让非理性进入理性王国。他所揭示的无意识，乃是面向与理性对立的、与原因对立的感情，故他想象人类自然本性中的自我毁灭倾向。他对人类文化的未来抱悲观的看法。从他的非理性主义出发，宗教是一种病态，一种不成熟。由于弗洛伊德大胆而富于同情心地揭露奸题，西方人开始睁开楚看到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人类被物理分割而造成的异化。铃木大拙也用意识这个词，但他是借助般若之智把意识变成宇宙无意识。根据佛学，
人类的烦恼起源于两种相关的无知，一种是对佛性的事实的异化，另一种是对作为实存于每一个人类本质中的真理的无知。简括地讲，人类的无知乃是对他的佛性的无知的无知。由于这种无知，人类把自己抛弃于一种受原则支配的盲目的本能冲动之下。在弗洛伊德就是愉快和死亡的原则，人类在这种本能的支配下走得越远，他就离自己的本我越远，异化越甚。而铃木的思想则是依靠禅克服异化，但不是通过改变或升华原则，而是通过般若之治本遂人的无知。由此可见，作为佛学的一支，铃木禅学和弗洛伊德一样，都着眼于人类的基本精神，以其让它按自己的方向发展而得解放。弗洛伊德的终点是悲剧，但善让人认清自己的真面，依靠他的经验获得新生，作为整体人类存在，则获得超越生死的新精神，超越理性的二分的新立场。经验和生活在禅中，获得解脱，那是禅佛教。对于铃木大拙，宗教是他相信和实践的，而不是病态和幼稚。对他来说，宗教是真实和崇高的，它能让人作为一个全新的存在获得充实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部正雄评价铃木禅学说，他的主要贡献，一是改变西方人的思路，又倒过来影响东方人，他们正面着西方那二元的概念分化的思想传统。他抓住了有无、生死、主客、善恶对立的基础，生命和世界最底层的机缘。他在《禅和日本文化》一书中说，希腊教我们寻找原因，基督教让我们信仰，禅要超越彼此，原因和真理，人和神，超越逻辑进入到存在和生活的自然之中，这就是存在和爱合一的无分别智，般若之智。这对西方人是个挑战，铃木的最根本贡献在于不是拿东方思想去压西方思想，而是提出了最深刻的人类存在。铃木由此而超越了禅，打开了一条通向未来的人类生活的最权威的思想之路。A Zen Life DT Suzuki Remembered Massey OANY Weather Hill PXV。 这样，铃木禅学当然不是对中国、日本古老禅学的简单重复，而是以世界的立场和眼光来发展之，特别是以当代西方的理论来清洗、改造古老的禅宗。铃木本人在他的自传中说得非常深刻，不是说不能用日文对西方人谈禅，但为了要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作为意义的技术，用西方语言写作是必要的。这样做，我们甚至可能重新解释禅。从不同的角度看，至今为止我们以中文和日文为中介来了解禅，关键的掌握更特别通过中文。让我最后说，我现在必须考虑如何以西方的思想和感觉发展禅的内容。同上 P25。众生无边誓愿度，现在的众生加进了西方人，铃木大拙要重新思考，
重新体验和改造传统佛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佛学来。世界性的目标、世界性的立场、世界性的眼光，正是体现出当代世界文化选择了禅宗之明显的标志。故禅宗六变的主要意义，也即是世界化。相应表现在形式上，则是现代理论化。不立文字的禅宗始终拒绝自身的理论化，故千年之久，留给后人的是完全个体的、各不相同的公案和语录。入的门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稍有偏差，白云千重，远之又远，全感个人的慧眼和误解，根本没有理论和模式。但要在当代世界传播，禅首先必须要被世界性的理解。放眼看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何等的巨大。无论是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自然观、道德观，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对立是何等的明显，要架起一座沟通东西的桥梁，谈何容易。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当代的世界性的文化并不是唯一性的文化存在或文化模式，只要有共同的立场，为东西方所共同接受的文化存在或文化模式是完全可能和实现的。无论是把东学放在西学的基础上，还是把西学放在东学的基础上，或是寻找一个特定的观念做共同的基础，虽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会嘲笑其浅薄无聊，但人们还是会接受那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产儿。就此而言，铃木禅学实是各式各样的对时代课题的回应的一种，其特色就在于在思路和方法上是接近于西方的，在内容和境界上是接近于东方的。铃木禅学是非理性的理性哲学，是无意义的意义哲学。一句话，他企图使非理性的哲学被理性的理解。这就是铃木大拙对当代世界的奉献，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东西方都向他伸出了热烈欢迎的双手，报以热烈的掌声。禅宗六变表现在内容上，则是人的主题的确立，这是铃木禅学成功的为时代所欢迎、肯定的根本秘密所在。当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把二元的世界观强加给现代世界时，人类对任何事物的把握都仅仅达到投射层面，以只为越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精英们能危言耸听，人类失落了自我。而铃木禅学的目标，正是想为当代世界找回那失落的精神家园。广义地说，人的主题是任何人类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从把自己与大自然分开、与动物分开，到把各个体与个体分开、群体与群体分开，到把人和神分开。但当代的人的主题不再是依靠分类法的外在的投影，而是内在直接的对人的本质的整体把握，是对人的存在之本体意义、人的意义源泉、价值源泉意义之探究。铃木禅学的时代特色由此凸显。
铃木大拙尖锐地发问：是谁听到上帝说话，然后记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见青鸾教学第6期，东京1965年 P 105。这是对二元论的最本质的怀疑和否定，唯有循此思路，才能超越外在的依靠分类法的投影，而直指人类自我之本身。铃木大拙在古老的禅宗中重新发捉了绝对是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主题，作为人的人。不言而喻，人的主题当然也是铃木禅观的核心。他认为人的发现是禅宗思想的关键和极致。在禅宗史上，菩提达摩以心作为禅的核心，六祖慧能则强调见性，见性能避免心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静止意味，从慧能定慧一体的见性中神会众慧故以知来诠释其师之见性，但神会的知明显具有概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这与禅的本性绝不相容。而慧能的再传弟子神会的师衡马祖道义则把慧能的见性发展为用远比知更传神的把握禅的精髓，这或许就是菏泽神会一派衰落和洪州宗蓬勃活跃的内在原因。然而，用亦非圆满，用的根源是什么？谁在用？最后是临济和赵州两家从用的背后找到了人。在这个人中，见、知和用被结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一点上，临济可说是个伟大的思想家。铃木大拙，临济的基本思想，临济录中人之研究，铃木大拙全集第3卷，东京讲坛社1949年版 P 113。无畏真人乃临济对自我的指称，他的说法几乎完全围绕着这个人，他有时又被称作道人。他可说是中国禅宗思想史上第一位禅师，断然强调这个人存在于我们人生活动的每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敦促弟子们去证得人或真我。铃木大拙，弗洛姆合著《禅与精神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P 82。必须强调指出，通过对禅史的诠释，铃木大拙表达的乃是他的见解，是他为了解决当代问题而提交给时代答案。正如阿部正雄所论，在铃木卷帙浩繁的全部著述中，他使用禅集仅仅是为了显示什么是真正的和生物的禅。正因为他相信这两部著作完美地体现了真正的禅，他才如此赞赏临济录，尤其是赵州录。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当代学术思潮一丛，上海译文出版社 P 82。抓住了这个关键，就能理解，无论铃木著作中的绝对主体性、灵性的自觉、宇宙意识，还是空无心，他所指的都是人。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有限的个体存在，同时又是一个无底的深渊。真正的禅者，就是在两者的统一中把握自我，把握人，
把握那自在而有创造性的，通过五官活动又超越五官的，与意识相应又超越意识的，生活在宇宙之中又与宇宙合一的人。人是意义的源泉，人就是意义。在古代禅师那儿，虽然是我、佛、世界三者合一，但时代和历史所决定，归根到底还是表现为成佛。而在现代的铃木禅中，三者合一的最终归宿乃是人，大写的人。正是当代禅的世界性特征之最突出体现。当代禅与铃木大拙的名字不可分，故铃木在西方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以及表现出当代世界对禅宗六变的肯定和承认。1927年，铃木的《禅学随笔》第一系列在西方出版，历史学家怀特 Lynn White 称之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之大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海德格尔 and Heidegger 1889-1976晚年偶读铃木的禅学著作叹道，如果我对铃木的了解不差，他在书中所说的，也正是我这一辈子在自己的论著中想表达的东西。转引自傅伟勋，铃木大拙二三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 P 197。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弗洛姆等人或为铃木的著作作序评介，或与铃木合著禅学著作，在以西方思想分析、诠释禅学的同时，力图以禅的精神匡济西方式风和思想。1949年第二届东西哲学家会议，夏威夷大学的 D.R.G.A. Sinclair 让会议参加者分成两组，依据是否熟悉铃木著作。到50年代 Zen Boom 禅宗热遍布欧美，以至美国《时代周刊》对铃木进行了专访，并刊登了他的照片。铃木大拙全集的编者古田少脸曾把铃木禅学比之为雪地中萌生的野草，它的含义是花儿在关怀中凋落，而野草无人关心却长寿。但我们却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同时也是一个禅者的名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禅宗的故乡中国而言，这野草的比喻更有深意。在历尽磨难之后，中国终于又向世界敞开大门，禅居然以现代的姿态重返故园。中国人与禅有着特殊的因缘，中国人与禅有着特殊的灵性慧根。当禅重返故乡，肯定会有将是一番新貌。这未来的七变，我们拭目以待，翘首以盼。后记：当我在上海我的寓所汝家的书桌前写完我的第4本著作时，我总以为我还会坐在那儿写第5、第6本。我仿佛能看到我那人生之路的尽头，那墓碑也不必的一碑黄土。然而，真正的人生如梦的感受，却不是一支笔直，一块空白。前年末，上海社会科学院2楼的一角，美国哈佛燕京社社长汉纳博士
DRP Hanan 前来口试，我连猜带编，结巴巴了45分钟，出来后才想起我还没有看清汉娜博士长得什么样。而后就到了波士顿，学英语，熟悉环境，适应生活，听课，赴会，广结善缘。4个月过去了，我开始不满意了，人人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浸透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唯有我们这些访问学者，隔岸观火，蜻蜓点水。我告诉我的导师杜维明教授，说这是 culture window shopping，window shopping， 美国人意味只看不买，到头来半口水也喝不上。正在此时，费城天普大学的傅伟勋教授邀我为他和杨惠南先生主编的《现代佛学丛书》撰稿，我非常愉快，想了多年的禅宗6变，终于可以动笔了。当时己是93年初了。然而，真是因缘。蒙沈家珍居士错爱，邀我至纽约上周庄严寺内他一手创办的世界宗教研究院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和居和如纪念图书馆 The Wuju Memorial Library 中任研究员，继续我的研究，又曾从未谋面的杨德胜居士提供资助。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美国居然还有这样一方佛家净土，不仅是风景优美，环境清净，不仅是收藏丰富，资料齐全，更因寺院中人的慈悲智慧，我自觉内心日益纯净。同样的研究著述，居然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感受。而今，我抚摸着那厚厚一叠文稿，感觉还是如梦，虽然它是我妻子曹莹一个字一个字实在的打出来的。当然，除了美，梦之所以为梦，必然还有辛苦、思念、彷徨、孤独、痛苦、遗憾，但是我还是感谢这梦的给予。感谢有缘与我同在一梦的所有的人，感谢将来有缘进入我这梦的结晶之中的读者。顾伟康于约纽上周庄严寺内世界宗教研究院，1994年10月。